也是夏老太为家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，她将3个儿子养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被儿子们赶出家门，死在冬季的向北啊，让妈进去吧，妈好冷啊。向北媳妇啊，你就在一旁看到了，不是妈把热水碰倒了，是孩子自己碰倒的。向北，向北。门内没有任何声音传来，夏老太知道他们不会开门了，已经不止一次这样了，随便找个理由就把自己赶出来，无非就是不想养他了。他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外走去，他来到大儿子家门口。向东，是妈啊，开门。里头传来一阵争吵声，随后便传来大儿媳那不耐烦的喊声：妈，这个月不是我们家养您，您回去吧，都第几次了，这回我不会开门的。夏老太擦了擦脸上被冻出来的鼻涕，祈求道：文英，妈就想喝口热水，喝完马上走，不打扰你们。喝热水你去陈向北家里啊，这个月是他家养您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会开门的。向东，文英。见里面再没有声响，夏老太只好费力地抬着腿缓缓离开。年纪大了，孩子都不愿意养自己，推来推去，最后商量每个孩子养他1个月。前几年他还能干活的时候，这些孩子倒还算可以，也能给他个笑脸。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病也越来越多，他们就越来越不耐烦了。他来到二儿子家。向南，妈来了，让妈进去喝口热水吧，妈冷啊。二儿子家里亮着的灯突然就熄灭了，任他怎么喊都没人理他。夏老太叹了口气，实在不行就只能去自己那个破屋子将就一晚了。他小心地走着，可是年纪大了，行动不灵敏，他不知道踩到了什么，突然滑倒，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。救命啊！夏老太在生命弥留之际再次想到了那几个不孝子，天天对自己破口大骂，有时候还会推搡他。老二家一个个都不理他，有时连饭都不给他准备。老三家拿他出去做表面工作，回家就阴阳怪气，经常将他锁在屋外。明明自己这一生都奉献给了他们，可他们为什么还念叨着自己偏心，还骂他老不死的，没人尊敬他，养儿也不防老啊。他又想起了自己那早早死去的女儿，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他的女儿向红。不管了，下辈子再给向红当牛做马吧。他模糊地看着远处一点点的光亮，身体逐渐冰冷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就看到自己那死了许久的老伴坐在床边。我这是重生了吗？醒来就好。你说你都当奶奶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贝计较？文英她也不是故意的，我让她来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就散了。妈，对不起。妈，这也不是文英的错啊，你的工作能卖到1000块钱呢，你给了老二了，那我这边不就吃亏了？你才给我们200块，凭什么？我还是老大呢。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搞得我真的占那便宜似的。当初你娶大嫂的时候，妈可给了3砖一响加上200块钱的彩礼呢。我娶媳妇的时候呢，妈就给了100块，再加上这些年妈私底下塞给你们的钱，光我知道的都不止1000了吧。二弟，你也别怪嫂子说话难听，我当时收了彩礼和东西之后，就给娘家留了100块钱，剩下的可全带回来了。我娘家还给我陪嫁了好几床被子呢，这也不少钱了吧？你再看看你媳妇，她带回来什么了？那爸妈私底下补贴你们的怎么说？爸妈私底下也没少补贴你吧？你怎么不说了？眼见几人吵起来了，如果是前世，夏月娥早就让他们别吵了，自己也不怪主文英打他的事情了。然后老陈头就出来做好人，最后自己吃点亏，一家人表面上和和气气的，可是现在夏月娥像看戏似的看他们吵起来。行了，一家人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都住嘴！没看你们还病着吗？夏老太自嘲一笑，继续躺着，还是一声不吭。老二的工作还是按原来的给他，不过既然老大家的觉得亏了，那我做主，让你妈给亲家母帮个忙。亲家母不是生病了吗？你们家近期又有喜事，也忙不过来，等你妈工作给出去了，在家待着没事干，就过去帮忙吧。夏老太笑了一下，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夏老太觉得不能再这么躺着了，她得起来战斗了。老头子，你听听你自己说的，那也叫人话啊，畜生都说不出这种话。我一个当婆婆的去上赶着去亲家母家当牛做马，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？她指着老陈头，声音温柔，话却尖利。你觉得这事没问题，你自己去帮忙啊，你把工作让给老二，你也空出来了，刚好去给他住家干活，去伺候他们。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你偏心，家里能吵起来吗？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，都是为了谁？你连一个家都管不好，你不去谁去？妈，反正你把工作给我了，其他的你们爱给谁就给谁，我不在意，毕竟是爸妈你们的东西，我不眼馋。
陈向南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尽说好听话。就是啊，妈，我和文英都不介意了，你就拿200块钱给我们，我们也不吵了。二弟也有工作了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不行吗？你去我老丈人家里帮个忙能有多累？你到底在不满意什么？陈向东皱着眉头，全是对夏老太的不满。夏老太看着这个本来是他寄予厚望的大儿子，你知不知道这钱是给你妹子的？我知道啊，那又怎么样？她反正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没嫁妆又不是活不下去，凭什么给她这么多嫁妆？是啊，妈，向红自己不争气，非要找个泥腿子嫁了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再说了，向红的彩礼也不多啊，你到底能不能给钱啊？祝文英不屑地说道，他最看不起这个小姑子了。向东说的也没错，向红的彩礼全部加起来也就50块钱，我们给200块钱确实多了，凑一下也给个50得了。夏老太气得发抖，他的向红在乡下多苦啊，这些人不但不心疼，反而还要克扣他的嫁妆。他寄回来的野货一个个连吃带拿的，可没少用。夏老太指着祝文英，上个月向红寄来的野货都被你拿到你那该死的娘家去了吧？你还有脸说这话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妈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你要打就往这里来，来打死你孙子！陈向东有些慌，就怕他妈一个不慎碰到了他媳妇，立刻挡在面前。夏老太对着陈向东的脸，连扇了他几十个嘴巴子。陈向东，你果然是老陈家一脉相承的畜生玩意，眼里除了你媳妇，其他人都是你的钱袋子吧？我让你挡！妈，你干嘛？向东说错了什么？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？你还是亲妈吗？他气冲冲推了夏老太一下，心疼地看着陈向东的脸。夏老太还没跟他算之前打婆婆的事情呢，他倒是又来推自己了。夏老太干脆不忍了，直接抓着他头发就往外面走。我不是他亲妈，更不是你亲妈，我现在就让大家看看敢打婆婆的儿媳妇是什么样的。老姐姐，文英还怀着孕呢，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不能冷静下来说吗？你这脸上的巴掌印！夏老太阴沉着脸，根本不顾及陈家以及祝文英的脸面，直接把事情说了出来。天哪，居然有这种人！这个祝家怎么教的孩子？夏婶子，这不可能吧？文英姐再怎么做天做地也不敢打婆婆的吧？王家小子，你可别不信，你夏婶平时的为人大家都知道，对咱们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，但是她对家里人可掏心掏肺呢。是呢，你看现在有几个儿媳妇敢在婆婆头上作威作福的，除了他们老陈家。在众人的议论中，夏老太拖着祝文英一路来到了祝家。既然上辈子好好对他们，最后还得了那么个下场，还不如现在开始只顾自己活得快活些。夏老太将祝文英摔在了祝家大门口。江芳如，给我滚出来！前世夏老太为家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，她将3个儿子养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被儿子们赶出家门，死在冬季的一夜。江芳如，给我滚出来！祝文英怎么都想不到，一向老实巴交的婆婆居然真的把自己拖回了娘家，要找她爸妈讨要说法。妈，请您回去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要钱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你想把工作给谁就给谁，我以后再也不眼红了，别待在这里了。您这样以后我怎么做人啊？还有向东，以后上班都要被人笑话了。您不顾及我，也心疼一下您儿子吧。夏老太不为所动，继续喊道：江芳如，滚出来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。这是怎么了？这不是江芳如的亲家母夏婶子吗？你怎么今天过来了？是啊，文英这丫头怎么这副样子？夏婶子，你可不能当个婆婆欺负儿媳呀，这还怀着你好孙孙呢。夏老太随着他们的提问，顺势往地上一坐，哭得比祝文英真心实意多了。大家伙来评评理，儿媳妇要逼死婆婆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儿媳妇打婆婆啊？这时陈向东和亲爹老陈头赶了过来，见到这个热闹的场面，顿时两眼一黑。老婆子，你别闹了，咱们一家人关起门解决就是了，闹得这么大，以后都要被人笑话的。夏老太抬头看着他，这人做了一辈子好人，为了个好名声不断逼自己付出，最后他倒是痛快的死了，葬礼风风光光的，大家都说他是厚道人，却没人知道背后在付出的一直是自己。上辈子他是真的傻呀，我这辈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嫁给他老陈头半辈子了，一天好日子没过上，被人欺负成这样也只会叫我忍。你们知道他在家说什么了吗？我被打了，他还叫我去伺候亲家母啊！嫁给这种男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啊？我没有，是这老婆子误解了我的意思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？这也太不是人了。人总是这样的，私下委屈别人的时候，欺负别人的时候不觉得过分，可是这件事一旦被外人知道了，才会觉得羞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你别闹了。夏老太听完他们说的话，
哭得更加起劲了。我老婆子命苦啊，养了个儿子，是给儿媳妇养的，亲妈被他媳妇打了，屁都不敢放一个啊，还觉得这事没什么大不了呢。话音刚落，陈向东的脸又红又黑，他一下子就被人指指点点起来，甚至有人还说养这种儿子还不如养条狗有用。这是怎么了？还怀着孕呢？怎么坐在地上？向东他吗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？江芳如心疼地将女儿扶起来，有些不满，又有些嫌弃地看着夏老太。妈，外面怎么了？咱家今天还有大事呢。没事，你跟于雪不要出来，这儿有妈呢。今天是他大儿子和食品厂副厂长的女儿于雪第一次见面的日子，本来他们家欢欢喜喜地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谁知道竟然被这个老太婆闹上了门，真晦气，得早点打发了才是。江芳如，你教的好女儿，现在打婆婆，以后是不是要杀婆婆了？向东他吗？说话要讲证据的。我女儿清清白白嫁到你们家，以前在我住家做女儿的时候，可从来没人说她不尊敬长辈，还打婆婆，这话谁信啊？我女儿最是孝顺，不信你问问大家啊。江芳如阴阳怪气地打量着夏老太，别不是你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好好的大闺女在你们家受了欺负，气急了才跟你发生了冲突，我们这儿谁不知道你下月娥做人无理也要闹3分的。刚说完这话，就有不嫌事大的邻居起哄了。江婶，文英姐之前还骂过她奶奶老不死呢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当时好多人都看着呢。你说她孝顺这话，不觉得亏心啊？众人纷纷笑了起来，其中一人说道：我有个亲戚是夏婶子大院里的，虽说夏婶子对外人不太友善，但是对自家人那可是好的不得了的，就连她祝文英的贴心衣服都是她亲自洗的呢。我天啊，这种东西都让婆婆洗，祝文英不怕天打雷劈啊？祖传的辈，她江芳如年轻时候也是个厉害性子，你们小年轻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这一辈谁不知道，她江芳如也让婆婆给她洗小衣呢。我住她家隔壁，她以前还经常骂她婆婆呢，可怜她婆婆一个寡妇艰难养大了儿子，结果成家了反而要被儿媳妇骂，现在她老了，还被赶到了乡下去住，连生病了，这恶毒婆娘都不学老朱去看呢。江芳如没想到这些邻居这么不给她面子，那些陈年往事也能被扯出来说，脸一下子就黑了。你们都胡说八道什么？就因为我儿子要办喜事了，你们嫉妒才这样的吧？见大家都不给自家面子，老猪头再也忍不住了，勉强笑着开口道歉：不好意思啊，亲家母，文英妈不会说话，你多担待，地上凉，赶紧起来进屋说话。老陈头还有女婿，你们都进来，那位是你家老二吧？别在后面了，都进来喝杯热茶。我们家文英年纪小，有时候做事不顾后果，如果惹到了亲家母，我这边替他先道个歉，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计较，我来骂他。随后他又对看热闹的邻居们点了点头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只是我们家一些小事，没什么好看的，等我家文飞结婚，到时候再来我家吃糖凑热闹。进了院子后，老猪头的表情虚伪极了，夏老太似乎还看到他翻白眼了。亲家母，到底什么事情让你兴师动众的？有什么话不能找个时间私下说吗？老猪头一句话就把夏老太定在了不懂事的范围里，夏老太同样回敬了他一个白眼。找时间，我哪里敢等啊？再等下去，我下月娥就要死在儿媳妇手上喽。向东妈，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，那确实是我们文英做的不对，我代她跟你道个歉。江芳如一点不走心地说着，随手就在祝文英身上拍了几下，这几下夏老太觉得自己拍衣服上的灰尘时力度都比这个大。你看我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不如你们今天先回去，我们家今天还有事呢。对，这话说的，不怪文英敢打我呢，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撑腰啊。夏老太干脆不装了，笑眯眯地看向于雪。姑娘，你是跟祝文飞这孩子找对象呢？这眼光可真不怎么样啊。你也看到了，他们家的家教，小辈打长辈，他妈妈就这么轻飘飘的算是解决了，以后你要是嫁进来了，在他们家受委屈了，你未来婆婆估计对你更狠呢。夏老太刚说完，就对上祝文飞凶狠的眼神，她装作怕怕的样子。看看，我就说了句公道话，你这对象恨不得就要杀了我似的，这眼神啊，跟我儿媳妇打我的样子一模一样，他别不是会家暴吧？于雪果然看了过去，也看到了祝文飞凶残的眼神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他在自己面前从来没有这般样子，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，可是现在他有些不确定了，在心底已经开始相信这位婶子的话了，他或许真的不是良人。我觉得今天不太适合谈事情，还是先走了。小雪，你别听这个老太婆的话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于雪颤抖了一下，随后用力地抽出手。
我知道的，只是现在你们家有事情，不太方便谈我们的事，过几天再说吧。他像是后面有鬼在追，跑得飞快，一眨眼就没影了。死老太婆！祝文飞愤怒地举起了拳头，想砸过去，被老猪头拦住了。文飞，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下月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江芳如气得不行，本来他儿子抓住了这个金疙瘩，前途一片大好，他们老祝家以后就能扬眉吐气了，现在全毁了。江芳如一把拽过女儿，怒斥女婿陈向东。向东，本来妈以为你是个好的，把文英交到你手上也算是放心了，可是妈没想到你居然让你亲妈这么欺负我女儿，她还怀着孕呢，到底有多大的仇非要这时候搓磨她？妈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文英，对不起你，我现在就把我妈拉走。他抬起手就想拉下老太，下老太一个灵活走位，啪一声扇了他一巴掌。养你真的不如养条狗，我喂狗吃饭，狗还知道看家，喂你，你转头就卖我。下月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是不是非要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你才满意？实在不行就让他们离婚。他头扬得高高的，笃定了夏老太会软化态度来求他。他是知道夏老太的为人的。祝文英见到母亲给自己使了个眼色，立刻懂了意思，马上拿巧起来。陈向东，你妈这么欺负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？今天去离婚，马上去离婚。文英，他愤怒地朝着夏老太大吼：妈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把你儿子搞离婚了，你满意了吧？老婆子，别闹了。夏老太见这个死老头又要和稀泥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立刻抓住人往脸上扇。老陈头瞬间就被打懵了，他一把推倒夏老太：你是不是有病？你这个泼妇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夏老太突然就笑了起来，看起来像是疯了。行了，离婚就离婚，你别以为我怕你了，等解决完祝文英的事情，咱们就去民政局离婚。就算离婚，老娘今天也要把祝文英送进局子里。就算离婚，老娘也要把祝文英送进局子里。你能不能讲点理？他不就打你一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是不是诚心不让老大两口子好过？我不也就是打你一下吗？你怎么要死要活的跟我离婚？你是不是诚心不让我好过？不可理喻！江芳如见状，立马挑拨离间起来。向东妈，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打男人啊！在我家，我都是服服帖帖伺候着我家男人，别说打了，就连他咳嗽一声我都担心的不行。男人啊，可是女人的天啊！傻逼！夏老太见老陈头赞赏的朝着江芳如点头，又用嫌弃的眼光看着自己，反手就是一巴掌过去。你要是不把你的眼睛管好了，我就照着你二弟打你二弟妹的样子，一天3顿，顿顿不落的打你。爸妈，咱们自家的事情等回去了再说，先解决大哥大嫂的事情啊。老陈头也知道在别人家里跟着老婆子打起来实在太丢脸了，但是为了找回被打的些许面子，他叫嚷着等回去就跟你离婚。见到他们内讧，老猪头在一旁高兴坏了。向东妈，离婚这事可不能随便说啊，好好的一个家，没必要这样。夏老太刚想再冲过去打陈老头，听到这话立刻无差别攻击。你也别高兴太早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新华苑刘寡妇的事情，等一会我就去举报你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乱搞男女关系。江芳如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家头上了，立刻大骂起来。好你个姓祝的，我在家里差点累出病了，你倒是潇洒自在。说你跟那个刘寡妇到底什么关系？夏老太翘着嘴角，学着江芳如的话，在我家我都是服服帖帖伺候着我家男人，别说打了，就连他咳嗽一声我都担心的不行。男人可是女人的天啊！爸妈，别打了，肯定是我婆婆乱说的。这件事要是我造谣，就让我下月娥天打雷劈；真要是我造谣，你爹早就指着我鼻子骂了，哪里还会这么心虚？你们家没有一个好货色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向东，你真的不想跟文英过了？陈向东低头哈腰的道歉。爸妈，我肯定想跟文英好好过日子的，我马上拉着我妈走。今天你要是把我拉回家了，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找领导，一个个找过去。别说你是我亲儿子，哪怕是你爹、你丈母娘、你老丈人，你们的单位我都要去闹一闹，我看你们以后怎么升职，说不定祝文英还得被辞退呢。今天不让我出了这口恶气，以后大家都别想好过了。江芳如见夏老太劝也劝不听，骂也骂不走，动手他也不怕，顿时就犯了难，他只好把气出到女儿身上。文英，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居然跟长辈动手，一点家教都没有吗？还不快点跟你婆婆道歉，你婆婆要是不原谅你，你也别叫我妈了。妈，是你教我的，要把婆婆拿捏住才有好日子过。你之前不也打奶奶吗？奶奶不也屁都不敢放啊？凭什么到我了就要道歉？我又没错，是她自己偏心，我凭什么不能说？拿捏婆婆，江芳如，
你可真是个好样的。他说完就准备离开，江芳如一下慌了神，这下老太今天要是就这么走了，他们家名声就全完了。亲家母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把话说清楚。文英这孩子脑子笨，曲解了我的意思，哪有做儿媳的拿捏婆婆的？江芳如陪笑，亲家母，您说这件事想怎么解决，咱们就怎么解决。文英这孩子被我教坏了，以后你来教，认打认骂，我绝无二话。祝文飞也懂了，他们今天要是不把夏老太哄好，他的对象肯定要飞，以后说不定再也找不到好的人家了。他压着姐姐的头，硬要她给夏老太磕头道歉。妈，对不起。不敢，谁敢当你妈啊？这么好看的电影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，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江芳如从口袋里抠搜的拿了张大团结，塞到夏老太手里。向东妈，文英这孩子被我宠坏了，你别跟他计较，这10块钱，你买点好东西补补。夏老太把钱扔了回去，10块钱能买什么东西？当他眼皮子浅的吗？见夏老太软硬不吃，江芳如犯愁了。向东妈，你想怎么解决文英这个事情？只要你说，我们家拼了命的也会做到的。你们养出来的好女儿，害得我们家宅不宁，我也不多要，800块钱，以后你们不许再插手我家的事。夏老太狮子大张口，她在心里就打算好了，等要到好，她就去给女儿向红买个工作，只要能让她回城，这丫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总不会再得个前世那般的结局。800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祝文英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看着就像能跟夏老太决战800回合的样子。既然说不拢，那就算了，大家都是体面人，说不拢我就回去了。你滚一边去！要不是你惹出来的事情，怎么会闹成这样？没脑子的货色，给我闭嘴吧！他骂完又放轻了声音，对夏老太勉强笑笑。向东妈，这800块我们实在拿不出来，你看能不能少点？不能。要不400块，现在就给你，成不？咱们两家也是亲戚，你也知道我们家情况，400块钱都能买是冠脉乳精了。陈向东见自己妈还是不同意，都快急疯了。800块，为什么非要800块啊？突然他想起隔壁的纺织厂一个岗位刚好是800块，难道他妈要给陈向红弄到城里来？妈，你是不是想买工作？怎么？您就是为了个工作，差点逼我和文英离婚。你们不也是为了个工作，逼我拿钱补偿你们吗？我跟你们学的。陈向东被噎住了，细想下来，源头就是工作呀。陈向红都下乡那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非要给他弄城里来？他不就是赔钱货吗？以后他不可能给你养老，是我们给你养老，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？陈向红给不给我养老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你们3兄弟这个样子，养老是绝对指望不上你们的，真的让你们养老，我才是脑袋坏掉了。后面的陈向南这下子也不能置身事外了，毕竟夏老太把他也骂进去了。他表态道：妈，我以后一定孝顺你和我爸，我跟我哥不一样。看着毫无心理负担拉踩亲哥的陈老二，夏老太笑了。指望你，我被打的时候你在那，我被人议论的时候你也一声不吭，你除了哄我要钱要工作，你还能干嘛？我要是真指望你，我还不如现在就去跳河。妈，我不是这种人。那你先把上个月借走的100块钱还了。夏老太知道他拿不出钱来，说起乱搞男女关系，其实最应该被抓去坐牢的就是他家的老二。妈，反正你要是拿钱给陈向红买工作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祝文英面露凶光，她公婆的钱以后可都是要留给他们的，一个赔钱货也想来分钱，就算闹翻天了，她都不同意。你不同意跟我可没关系，爱同意不同意，钱你亲爹妈给，不给的话，咱们就去厂领导那件。老朱头气呀，这丫头肯定随了他妈，一点脑子不长。现在是能惹这凶老太婆的时候吗？亲家母，我们家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。你们家给祝文飞娶媳妇的钱，先拿出来用用呗，反正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娶上了。夏老太阴损的出主意，祝文飞立马就急了。爸，这笔钱可不能动吧？于雪现在态度不明，我们家要是连娶媳妇的钱都拿不出来，我怎么去哄她？事情是她祝文英惹出来的，我看这个钱就该她出，她打婆婆凭什么是我们家出钱？夏老太这回倒是高看了祝文飞一眼，可不是吗？这事情就是祝文英闹出来的，她把祝家拖下水，就是给祝文英压力的。向东妈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工作的内部消息，抵个400块钱。说来听听，如果不是好工作，可抵不了这个。供销是要招3个售货员，要女生，高中毕业的。我听说你家向红就是高中生吧？夏老太眼睛一亮，这个工作确实比纺织厂的工作好多了。她点了点头。行，那就400块钱，
江芳如黑着脸不情不愿地掏出400块钱来。向东妈，这是400块钱，你买点好吃的，我们没教好女儿，让你费心了。夏老太飞快接过钱塞进了兜里。哎呦，亲家母你真是太客气了，我还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样，下次文英再闹事，我保证下手轻点。夏老太为家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，她将3个儿子养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被儿子们赶出家门，死在母亲的地业。以后你工资1分不少都给我上交。不行，我也要花钱的，都已经给你一半了，你还不知足？你要花什么钱？春夏秋冬做衣服都是我出钱扯不给你做的，1日3餐都是我花钱买菜做的，家里人生病也是我出钱治的，跟亲戚朋友的人情往来也是我拿钱的。你说说，你那一半的钱花在了哪里？我存着不行吗？存哪里了？存多少了？给我看一眼，是不是存在王寡妇手里了啊？人家前几天还跟我说她做了一身的确良的衬衣，那花色那质量，我这辈子还没穿上呢。老陈头抬头看着他，心里有些愧疚，可嘴上还是不服气。可是黄寡妇也可怜啊，她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就靠糊火柴和度日，一个寡妇哪里养得起2个半大的孩子？我是在做好事。她黄寡妇要是真活不下去了，会有钱扯布做衣服，她那2个儿子穿的比咱们家有4个工人的家庭的孩子穿的还好。你知道她那件的确良衬衫多少钱吗？14块，她2个儿子各1件，3件就是42块，还得要布票，连你都不舍得穿的衣服，他们能买3件。你觉得以他赚的钱和你补贴的钱，他们能买得起？被夏老太这么一算，他也觉得不对劲了。他这么有钱的吗？他是挣不到这么多钱，但是多几个你这样的冤大头，那不就有钱了？或者多几个图他点什么的男人。老陈头终于听出了夏老太的意思，立刻发誓：我真的跟他没什么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孙子都有了。再说了，现在正是我升职的关键期，我也不可能乱搞啊。这点夏老太倒是相信的，上辈子一直到老陈头死，他都没发现老陈头跟别的女人拉拉扯扯的。不过说不定是自己没发现呢。于是夏老太越发用怀疑的眼神看他。我是什么人？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吗？所以你把工资都上交，反正你那点钱既不用在自己身上，也不用在家里，你拿什么钱？那我总要请厂里的人吃饭什么的。那就提前跟我说，我给你拿钱。见夏老太丝毫不让，又怕他怀疑自己乱搞，也怕他突然生气打人，老陈头只好答应。妈，我的饭呢？你的什么饭？你哪有饭？不是，我也要吃饭啊。饭要钱的啊，你没交钱，我怎么给你做饭？你都结婚了，都成家了，你还要天天让你的老父亲老母亲养你？可是就算结婚了，可我也是你儿子啊，你不疼我了吗？你可是我最爱的妈妈。夏老太恶心了一下，以前她最爱听陈老二的甜言蜜语，可是现在听着她觉得特别不适。都是一家人，就别计较了吧。还有我大孙子还在王老太那吧，我去抱来。是啊妈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夏老太又凶了起来。不许去，那是老大的孩子，要抱他们自己去抱。我跟你刚有了老大的时候还在坐月子呢，你妈就把我们赶出来了，她连个鸡蛋都没给过，我们2个能养大4个孩子，老大他们1个都养不了了。正说着话呢，老大2口子回来了。妈，你可真是我亲妈，你看你这是闹的，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？你们自己有脸做这个事情，你们也知道不光彩啊，敢做还怕被人说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赶紧给我们端2碗面来，文英她心里还有气呢，可别饿坏了她。没你们的饭，爱吃不吃。这时陈向南跟他这个没眼色的哥说起了刚刚的事情。陈向东大怒：妈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？你要是想滚出去就滚。祝文英肚子饿得要命，又发现自己的儿子不在屋里，这该死的老太婆吵个架连孙子都不顾了。妈，宝源呢？你自己儿子我怎么会知道？那可是你老陈家的种，你亲孙子你都不管了。不管了，管不动了，再管下去谁知道会不会被我孙子的妈再扇一巴掌啊。再说了，那是老陈家的种，我又不姓陈。祝文英气得发抖，急匆匆地出门抱儿子去了。妈，你说吧，要给多少钱？按人头，每人5块钱家用，不算坑你们吧？妈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还没问你们算租房费呢，免费让你们住了这么多年房子，这亲兄弟要明算账，咱们亲母子啊也得明算账。哪有你这样的亲妈啊？咱们大院里都没你这么办事的。夏老太怒道：没有这么办事的，你去打听打听，你尹沈家的家用是多少？你王沈家的孩子每个月上交多少？见他们不服气的样子，他又说道：你说没我这么办事的，那好，
你说说你想照着谁家的样子来，我听你的也行。对了，还有你那个不干人事的岳丈家里，每个人工资上交不说，零花钱一家就10块，比你马叔家还过分。要不然我按照你岳丈家的方式来。陈向东想反驳，可他妈说的都是事实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见这是真的这么定下来，陈向南笑着开口：妈，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工作给我？不然我哪有钱交给你？我的工作不会给你的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可是我一个大男人，就一个临时工的工作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啊。再说了，我还有家要养呢。你养过你媳妇啊，你闺女吗？不都是我在养吗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大男人比我都要高，比我都要壮，自己不努力点考进去，天天琢磨着你妈我的工作，这就好听了。妈，你工作给我之后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再跟大哥吵架，我也一定帮你，行不行？夏老太依旧不为所动，重活一世，断不可能再轻信他们。妈，你如果不给我的话，等你跟我爸老了，我也不会来看你们一眼的。老陈头这下有些坐不住了，他们拼命赚钱一辈子，不就是图个儿女孝顺吗？老婆子，要不然你就把工作给他吧，吵吵闹闹的，吵了一天了还不够吗？死老头子，你想做好爹就拿自己工作做，别死盯着我的。等我老了，我有退休金，不用手心朝上跟这些白眼狼要，这才是痛快日子。要是我真把工作让给他了，他现在嘴上说的好听，以后指不定还嫌弃我没用呢。这是咱们的亲儿子，哪里会做出这样混账的事情？妈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上辈子的你就是这种人，我吃过一次亏，指定不可能再吃第二次了。让你爸把他工作让给你，你要是想要我工作，除非我死了。夏老太将话说绝了，老陈头气呼呼的。我在升职的要紧时候呢，怎么能让工作？再说了，我工资可是你的2倍，我工作要是让给老二了，谁来养家？你那点工资够补贴他们几个？夏老太嘴角一笑，补贴？我以后1毛钱都不会补贴他们，我现在就放话在这里，以后每个人都要给我交5块钱家用，按人头算，不然不但没饭吃，你们也都别给我住在这儿了。你要分家？父母再分什么家？我是要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一个个结了婚还赖在家里，1分钱不交上来不说，还要啃老，说出去人家都得笑话呢。是夏老太为家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，她将3个儿子养大成人，成家立业，本该安享晚年，却被儿子们赶出家门，死在东去的一夜。宣布一件事，我要下乡接向红回来，他在乡下过的什么日子，我要亲眼去看看。妈，他都结婚了，你还接他回来干什么？夏老太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准备结婚，又不是已经结婚了，那男的什么样子，什么条件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他结哪门子婚？万一是个烂人呢？那也是他自己选的，好的坏的都他自己承受。既然准备结婚了，还回什么城？不如把工作消息卖掉，我们还能挣点钱。话音刚落，就得到了夏老太上的一巴掌。陈向东捂着脸，不敢说话了。你去那边还要跟厂里请假，又要少好几天工资，没这个必要吧？同样，老陈头也得到了一个愤怒的大巴掌。你把工资捐给那个寡妇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少了好几天工资？那寡妇穿红戴绿吃肉吃鱼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你亲闺女在乡下穿着破衣服吃糠咽菜呢？只许你心疼那寡妇，不许我心疼女儿。祝文英是最小气的，听到老陈头宁愿给寡妇钱，也不愿意把钱花在他儿子身上，马上就叫嚷起来。爸，宝源都4岁了，我都不舍得带他去一趟国营饭店。你倒好，一半工资给人家黄寡妇用，你眼里是只有他们一家，没有我们了吗？哼！老陈头气性也上来了，老婆子打他就算了，他一个小辈瞎叫唤什么？我的钱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还管起我来了？凭什么不能管？咱们又没分家，又没分开住，你把钱给人家就是出轨，就是乱搞男女关系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说出去好听啊？哼！你一个当儿媳妇的，天天盯着公公婆婆的钱，难道说出去就好听了？就没见过你这样恶毒的儿媳妇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陈向南终于看出了点门道，顺他妈的话能得点好，逆他妈的话能得到巴掌。他立刻表示支持夏老太下乡，并表示自己可以请假几天陪他去，得到了夏老太一个赞赏的眼神。好了，现在你爸的钱都在我手里，也不会给外人去了，以后我只负责你们的饭，别的花费你们都自己出，别来烦我。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，这几天的饭我给了你爸钱，让他做给你们吃，老二就跟我一起下乡。老头子，你照看着点玲玲，少让他妈把人带出去。夏老太都决定了，老陈头只好点头。第二天一早，夏老太带着陈向南坐车来到了陈向红下乡的地方，老远就看到陈向红拿着锄头朝这边走来。向红，
妈。陈向红扔掉锄头飞奔过来，拉着夏老太的手泪如雨下。妈的向红啊，受苦了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啊？只剩骨架子了。妈，二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一切都好，你们不用担心我啊。夏老太轻拍他一下。死丫头，天天说自己好，你看看自己这副样子，哪里好了啊？陈向红闻着夏老太身上的味道，虽然有汗味，可也有妈妈的味道。我就是苦夏了，不然没这么瘦的。我不信，你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的，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也没见你苦夏，苦夏也没苦成你这个样子的。你现在这样子，恐怕风一吹就要倒了吧？陈向红拉着夏老太的手，笑着说道：妈，哪有这么夸张的呀？我现在力气可大了，今天我又是10公分呢，厉害吧？话刚说完，就听一道骂声传来：陈向红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破鞋！陈向红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他并不想让自己母亲和这个女人起冲突。他是谁？为什么骂你？陈向红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破鞋！陈向红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他并不想让自己母亲和这个女人起冲突。他是谁？为什么骂你？是李壮的妈。李壮妈走到陈向红身前，抬起手就要扇他，夏老太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：大妈，哪来的老东西，居然随便打人！你骂我老东西，你知不知道陈向红这个骚狐狸跟我儿子谈对象呢？现在又跟这个男的卿卿我我的，我打不死他，居然敢绿我儿子！大家都来看啊，这骚狐狸光天化日之下就摸别的男人的腿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可给了彩礼的呀！放你妈的屁！夏老太直接开打，瞬间就跟这个死婆娘打在了一起。陈向南面无表情，他已经习惯了，他妈自从跟大嫂吵过架之后，每天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。二哥，你拉开他们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时看热闹的人开始起哄，瞧瞧，两个老太太都打起来了，这女知青还跟这个男同志说话呢，一点都不着急，难怪被骂骚狐狸，真是活该啊！夏老太跟这婆娘打得难舍难分，听到这话还是抽空骂了一嘴：你们安分就不会跟这死婆娘一个性子，话这么多，要让你们去当官都得给人冤死！我呸，谁要跟她一个性子啊？她可是整个大队最不讲理的婆子！李壮妈越打越生气，拉着刚才说话的妇人，将她拉进了战局，一脚把夏老太给踢了出去。夏老太一脸懵逼，迷茫地问陈向南：这死婆娘是不是看不起我？其实她不想跟我打，她就想找个人跟她打架，但是我太弱了，她看不上。陈向南一言难尽，他想不通了，怎么还会有比他妈还爱打架的老太太？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打起来了？有哪里受伤吗？你以前是从来不打架的啊。陈向红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？我妈在那边被人打，你倒好，还看上热闹了。说着扬着手就要扇巴掌，陈向南立刻上前挡了一下，清俊的脸颊立刻肿了，可想而知这一巴掌用了多大力气。妈的，你谁啊？还帮他打？你是不是他的野男人？李壮，他是我哥。陈向红，你这么不守妇道的女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是他亲哥，你听不见吗？是不是想死？什么哥？钱哥哥吧。我妈早就说陈向红就是个浪蹄子，果然才多久啊，又勾搭了一个。陈向南本来还理智的脑子突然崩断了一根筋，狠狠打向了满嘴喷粪的李壮。住手！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大队长，我来说。妇人叽叽呱呱的一阵述说，大队长听完一阵头痛。陈知青，大家在同一个大队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件事是李壮他们的问题，但是你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也不要太计较了，让李壮给你道个歉就算了。也不知道是娶个媳妇还是娶个祖宗。我呸！我家向红跟不跟你儿子结婚，我才是做主的那个。我要是不同意，谁都别想把我的向红娶走，特别是你们家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你们收了彩礼了，还敢反悔，是不是来骗钱的？夏老太问陈向红：你收了人家多少彩礼？我现在当着大队长和大家伙的面还给他们。我没收到过彩礼啊，我1礼拜前就把彩礼交给了我家大壮，你还敢撒谎？李壮马上心虚了，低着头。哪有人这么不规矩，给彩礼不喊媒人也不喊女方父母，私下偷偷给啊？是彩礼太少见不得人，还是压根不给就靠一张嘴造谣啊？我撕烂你的嘴，我可足足给了50块钱彩礼呢。夏老太不屑道：哟哟，50块钱还足足，老娘我1个月工资就有这些了，你那点钱还想娶我家向红，真是笑掉大牙了。村民们惊呼，这老太太看着瘦瘦的，1个月居然能挣50块。向红妈，你真能挣50块？城里的钱这么好挣吗？别不是吹牛吧？我妈可是纺织厂6级工，怎么是吹牛呢？你不要过来啊！
陈知青，你说你没收到过李壮给你的彩礼？是的，我没拿过。我明明就给你了，你经常给你爸妈寄东西，是不是把钱寄过去了？陈向红被冤枉后红了眼睛。我没有，我给爸妈寄的钱都是村里分的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跟我住一起的知青能做证明。除了村里分的粮食和山上摘的野菜，我从来不花别的钱。夏老太的心疼得一抽一抽的，她的向红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有点好东西都送给了他们，自己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呀？该死的李壮，居然还要诬陷他！知青所的人肯定偏帮陈知青的，让他们作证有失公正。反正陈知青跟李壮的事情也差不多定了，不如就这么算了。彩礼最后也是花在他们两个身上的嘛。给了就是给了，没给就是没给。如果大队长非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去公社找能做主的人过来了。他见大队长面露凶光，似乎想对他们不利，又大声说道：我是纺织厂的，来的时候开了证明，大队长如果不想放我们走的话，有的是人来找我，你可要想好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场面一度陷入两难，这时有村民说道：我之前看到李壮去跟别人赌博了，就在咱们后山下的一个破房子里。我儿子不可能去赌博的，他就是把彩礼给陈向红了。陈向红这个不要脸的，把彩礼都寄给了他吗？你帮着陈向红说话，他该不会勾搭你了吧？这几句话一出，夏老太要是还能忍的话，那他就能立地成佛了。他今天非得干嘎这个满嘴胡言的死混蛋。齐大人在大队长的眼皮子底下狠狠扇了李壮妈几个大嘴巴子，让你这个满嘴喷粪的抹黑我家向红，我打嘎你！陈向红有你这个凶悍的吗？以后别想进我家的门。谁要进你们家的门？侮辱谁呢？我家向红跟正苗红的高中生，也不看看你家粪坑配不配得上，就你儿子那个熊样，也配娶媳妇？婶子哦，算了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家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再怎么胡说，我们也不会信的。陈知青是个好姑娘，我们都知道的，你就给大队长一个面子吧。大人真的不行吗？你们到底站谁那边的？我们就是想帮你，你也要站得住理呀！你现在这么无理取闹，不是败坏我们李家村大队的名声吗？李壮妈一屁股坐下，开始大哭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们都来欺负我。夏老太也烦了，看天色有些暗了，就提出要带陈向红去镇上招待所住一晚上，明天再来掰扯彩礼的事。反正拿了就是拿了，没拿就是没拿，总不能让我家向红清清白白的人背黑锅。夏老太留下这么一句话，拉着陈向红走了。向红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跟那个李壮结婚？妈觉得你就算性格再怎么软，也不可能看上这样一个人。他和他的家里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。妈，我不想嫁给他的，但是我被他看到了身子，我被李壮看到了身子。什么？李壮这个天杀的，他怎么敢的？我以为会在村里待一辈子，现在的工作很难找，我也不想让爸妈你们费心，所以才答应的。陈向红嘴巴抖动，情绪激动，却死死压抑着自己。向红啊，明天我们带着公安一起去。李壮这个人，我一定要让他去劳改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安局里，青天大老爷啊，我要报案。婶子，现在可没有什么大老爷了，你有什么案件要报案，先跟我说说吧。夏老太哭哭啼啼地说着昨天吵架以及彩礼的事情，丝毫不提陈向红被看光了的那件事，直说他多可怜，没有父母在身边被人欺负等等。婶子别难过了，这件事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陈向红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你还敢找公安来？我明明让我家大壮给你带了50块钱彩礼了，还用了一个他大嫂刚缝的鸳鸯小包装着呢，你竟然不承认！你给我闭嘴！大队长气得青筋冒起，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两位公安，村里人话粗糙，见谅见谅。夏老太呜呜又哭了起来。我的向红啊，公安在这里他都敢这么欺负我们，以前你一个人受了多少罪啊？李壮妈大怒，陈向红是个小狐狸精，他妈就是个老狐狸精。昨天他虎虎生威打架的样子，大家可都看到了，怎么这会儿公安在了，反而说哭就哭了？放开我！赵二赖子，上次让你逃了，这次可总算逮到你了。赵二赖子秉持着就算死也要拉着人垫背的宗旨，大叫道：李壮也经常跟我们赌博，你们为什么不抓他？李壮的脸瞬间就惨白起来。你一个黑心肝的劳改犯，自己被抓还要拖我儿子下水。我儿子平日里勤勤恳恳种地，哪有空跟你们赌博？你要是再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你们昨日不是争执彩礼去哪里了吗？彩礼就在我怀里，还有一张你儿子写的借条。说完，他伸手掏出一个布包跟一张纸条来。这不就是他大儿媳绣的鸳鸯吗？看来李壮真的去赌博了，还把彩礼输光了，真是天杀的。李壮那不出声，
你不但赌博了，你还欠钱了。公安同志啊，我儿子真的不会赌博，这个东西肯定是赵二赖子偷的。我偷的还能偷出欠条来？公安同志啊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真的不能被抓啊！人家姑娘以后怎么活啊？只要你放过人家姑娘，人家姑娘指定过得比嫁给你儿子好。而且我瞧着人家姑娘压根不会跟你们家结婚。李壮妈说一句，赵二赖子顶一句，他恼羞成怒。赵二赖子，要不是你这个丧门星，我儿子也不会被抓。你就是不安好心，就是想拉个垫背的。我就算不安好心，只要你儿子清清白白做人，怎么会被我拉进来当垫背？你自己儿子你不知道，那就是个窝里横的孬种。放你娘的屁！你就是个煞星，克父克母克亲人，一出生就没了爹的杂碎。赵二赖子大怒，他可是知道现在抓封建迷信抓得紧的。公安，这是老太婆造谣我，还传播封建迷信，你们不抓他吗？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，如果有异议，可以去公安局投诉我们。如果觉得我们跟赵强勾结，你们也大可以提交证据翻案。李壮妈张着嘴呆住了，不是，怎么真的抓他呀？两位公安同志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嘴巴坏，但是真的不是传播封建迷信啊。行了，有问题我们还是去局子里说吧。我不走，我没犯罪，凭什么抓我？还有陈向红，你这个臭婊子，就算我儿坐牢了，你也是我们家的媳妇，你必须去农场伺候我儿子。公安，把他抓起来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死老太婆，你自己是个劳改犯，又教出个劳改犯，现在还想拉我们家向红下水。我们家向红一方面没收到彩礼，也没办婚礼，也没扯证的，怎么就跟你们是一家人了？你那个脑壳有包的儿子把彩礼输光了，还有脸诬陷我们家向红。我们家向红可不是眼皮子浅的，能昧下这点钱。女人天生就是该伺候男人的，你那些都是歪理。我看你就是个不贞的女人，难怪会生出陈向红这样的骚狐狸。你怕不是在外勾搭了不少男人吧？夏老太立刻举手。两位公安，我举报李壮他妈对我本人以及我的女儿陈向红造谣了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两位公安点头。你说这位婶子勾搭别人，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加上你传播封建迷信思想这一行为，你的刑罚会更重。李壮妈大惊，他就是这么骂一句，怎么又犯法了？我就是随口一说，再说了，他不是也骂我了吗？我可没有，我只是对你说女人天生就该伺候男人，以及你对儿媳妇行为准则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已，你可不要继续污蔑我。李壮妈心里慌张又愤怒，一脚狠狠踢向一旁默不作声的李壮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要不是你非要娶陈向红，我们也不至于被抓，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掐死。看看这种人就算被抓了也学不好的，丧门星不就是封建迷信吗？他还想杀自己儿子，杀人未遂啊！你也少说几句。夏老太在他们的示意下闭嘴了。好吧，就放过这个没文化、嘴巴又臭的老太婆吧。反正我家向红的危机解除了，接下来就能轻松的迎接新生了。向红啊，坐了一天车你也累了吧？你先去休息，妈去做饭，饭好了妈叫你。妈，还是我来做饭吧，你这几天都快累惨了吧？还好你回来了，你那几个哥哥嫂嫂没一个有用的，他们除了哄我的钱，就是等着我给他们洗衣做饭呢。夏老太话音刚落，门就被踢开了。陈向东和祝文英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。小妹，不怪妈疼你，拿我祝家的东西千里迢迢把你带回来，女儿就是会心疼妈。咱们这些人哪怕这么多年陪着，都是比不上的。妈，你不是说去看看吗？怎么还把人接回来了？她都要嫁人了，还接回来干嘛？陈向东那个气呀，他妈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就是说他们不孝顺吗？你们管不着。妈，这是咱们家，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里能赖在家里？我们怎么就管不着了？你现在倒是跟我说泼出去的水了。你媳妇给你老丈人家送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们住家泼出去的水还留钱回去啊？我跟他的情况可不一样，我又没有赖到娘家去。向红他什么时候走啊？陈向红看大哥大嫂似乎不希望他常住，他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以后不走了就住家里，没结婚的女儿就该住在家里。他不回去了，那他乡下的男人怎么办？婚事吹了，那男的不是好东西。向红以后在这儿找个工作，不回去了。那他住哪里？咱们房子本来就小，哪有他住的地方？就你们用的那个杂物间，刚刚收拾出来的。祝文英要气疯了，这可是他给儿子准备的房子，孩子大了能一个人睡了，他跟陈向东也不必这么挤着，半点事都不方便。我不同意，那个房间我有用，让向红睡客厅吧。夏老太斜着眼，客厅这么好，你们一家三口就搬到客厅睡吧，刚好你那屋子我放杂物。我们一家三口怎么睡？向红怎么睡，
你们就怎么睡。放心，等熄了灯后，我让别人都不出来。祝文英哆嗦着身体。向东可是老大，有你这么做吗？做婆婆的哪有你这样做大嫂的？我家向红还没出嫁呢，家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宝源才多大，他一个小孩不跟父母睡，还想单独要个屋子。你们要是不方便，就送我这儿来，反正以前不也常常这样吗？我不同意。不同意就滚出去，这几天没见你，我给你脸了。陈向南是被吵醒来的，一进门就见到他妈正在狂扇大哥的脸。大哥，你这是何苦啊？陈老二，你看看你，有点男人的样子吗？你累，我和你妹子就不累，你倒好，一回来倒头就睡，换下的脏衣服扔给你妹子洗，你是没手没脚还是没媳妇啊？陈向南果断低头认错。妈，我错了，我明天带陈向红去逛街买点东西补偿他。算你识相，不然有你好看。哥，你不用给我买，我什么都有。你是什么都有，大妈觉得你什么都没有，我和你大哥什么都没有，妈倒是觉得我们什么都有。陈向东拉了拉他，眼神示意他别说话了。你怕你妈，我可不怕，我吃了亏凭什么不说话？你果然是好儿子，就知道帮你妈。陈向东觉得自己脑子疼，脸也疼。难道你也想被扇成我这样？真是个猪脑子。祝文英理智回归，低头不说话了。他们夫妻被压制住后，陈向南笑了笑。他妈之前在火车上有句话说的倒没错，有的人你对他们太好，反而会让他们得寸进尺，巴掌才能保证家和万事兴啊。大哥，我媳妇儿下午回来过吗？弟妹好几天没回来了，从你们走之后就带着玲玲去了她娘家。陈向南脸一下就黑了，又去了娘家。他是这么说的，爸还拦过他，可等我们下班回来的时候人就不见了。哼！陈向南火大起来，这个死女人看来是把他的话当耳旁风啊。妈，我先不吃饭了，我去把她抓回来。医院内，董春苗惨白着脸，她流产了。春苗，我让你哥嫂和你爸先回去了，妈在这儿等你婆家来人，我们来得及，没带钱，医院还欠费呢。哼，董春苗，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？你是想让你们董家断子绝孙吗？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我答应你了，我没去帮忙，我就是去看看我爸我妈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我没帮忙。没帮忙？你当医生都是哑巴，不会跟我说的是吗？你那是摔跤流产吗？董春苗母亲站在一边尴尬。女婿，我就是想他了，让他回去住几天，真的没帮忙，家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说完，他转头就跑了，生怕自己被打。没干活，你手上这大口子是怎么来的？不小心碰到的，我都发誓过了，我不可能再帮他们的，我最怕我们家断子绝孙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是只怕你董家断子绝孙，不怕我断子绝孙是吗？不是的，你知道我做梦都想要儿子的。那儿子呢？董春苗低着头不说话了。陈向南想起他老丈人那一家子就烦，人被他们一接过去就出事，钱他们一分都不出，逃跑倒是快得很。春苗，玲玲呢？我被送到医院，我没注意她，可能在我娘家吧。我去找。陈向南最不放心的就是陈玲玲待在他外婆家里，他们家根本不把女孩当人看的。二哥，我跟你一起去找吧。夏老太神色不明地盯着董春苗，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多年了，他竟然还看不清他的娘家就是吸他血的虫，还非要巴巴地贴上去，也不知道董春苗这个蠢东西到底图他们些什么。玲玲是你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姑姑，我一个人好害怕。要死了，吃饭都要喊你们了是不是？赶紧起来吃饭。玲玲，起床了，奶给你做了好喝的鸡蛋羹，香喷喷的，快起床。奶奶，真的有鸡蛋羹吗？当然啊，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陈玲玲欢呼。太好啦，有鸡蛋羹喝喽。一家人吃过饭，来到客厅。向红，等会我跟你爸还有你大哥大嫂要去上班，你带着2个孩子给你二嫂送个饭，我已经装好了，中午你随便去外面买点东西吃，给2个孩子和你二嫂也买点，等会我给你钱。妈，我有钱的。你大哥二哥都结婚了，哪里好占你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便宜？等你上班了，就跟他们一样，也给我交家用。陈向红这才点头同意。老大，这周本来应该是你们干家务活的，但是昨天我和向红干完了，这周也就最后一天了，今天就我们干了，下周开始是你们，别忘记了。妈，我们交钱了的。祝文英真的忍不了了，她嫁进来之后就没干过家务活，现在又要交钱又要干活，凭什么呀？交的那点钱，你觉得够请个保姆吗？祝文英不说话了。我话就撂这里了，你们2家轮流干活，我就只管你们的饭，向红就给你们带孩子，大家分工明确点，省得日后掰扯。
妈，你这个丧门星，害死了你弟弟，又害得你舅舅们被打成这样，你还有脸来？你还不如去死啊！董春苗指着孩子就骂，看样子不像母女，倒像是仇人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二嫂，我来给你送饭。就送我一个人的？就一个人的饭，妈给你装的。我哥哥也要吃饭啊，你再帮我们去买2份吧，让玲玲留下帮我照顾他2个舅舅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玲玲还是个小孩子，昨天差点就发烧了，恐怕不能帮你。你爸妈呢？他们怎么不过来？董春苗不耐烦道。地里还有活呢，陈玲玲这个懒胚子，昨天跑回家了，今天没人干活了，他们只能回家了，不然一家子喝西北风吗？你有钱吗？借我点。我没钱，那不是还有你嫂子们吗？他们也要干活啊，谁跟你们家似的全是工人，说请假就请假啊。这人可真有意思，自己流产了还不顾身体，要来照顾家里人，还要拉着自己亲女儿一起伺候。他娘家人看到自己儿子住院，一个人都不来。你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去给我买饭。还有你，死丫头还不快过来，站在那干什么？陈玲玲抬头看着陈向红，眼里满是恐惧。我要带玲玲去找二哥的，她不能留下来。她是我生的，我让她留下来，她就得留下来。哼，是吗？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董春苗的好本事。董春苗呼吸重了几分，他男人此时的脸色比昨天晚上听到他在娘家流产了还可怕。我哥不知道得罪了谁，被人打断了好几根肋骨，没人照顾，我才来的。对，是这样啊，那可真是老天开眼。啊，也不知道哪个天杀的，要跟咱们家过不去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是你。陈向南扯了扯嘴角，这下好了，你们一家人团聚了，我去跟护士站说一声，把你们关到一个病房，方便你照顾。他顿了顿，像是又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我那2个好大侄呢，竟把他们漏下了。不行，陈向南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不能这么做。什么不行？我听不懂，就像你听不懂我之前让你发的誓一样。春苗，赶紧把你爸扶到床上，我们这回可遭大罪了。董春苗本就虚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，晕了过去。没用的东西。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。说起运动，就离不开一双好的鞋子。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，这时候就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陈向南回到家一言不发，心里像是在做某种决定。春苗还好吧？爸妈，我想离婚。老陈头瞪大眼睛，你要离婚？对，我要离婚，我跟他过不下去了。老二，这离婚说出去多丢人啊，到时候大家都会来看我们的笑话。现在我们的笑话也不少，你看玲玲这么小的孩子，3天2头被拉去干活，旧伤添新伤，再不离婚，我怕玲玲。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没给我补过一次衣服，没做过一双鞋，一有空他就往娘家跑。我刚把工资给他，他转头就给他娘家了。我辛辛苦苦1个月，到头来全给他娘家做贡献了。你那点工资本来就不多，还没我一个零头多。爸，我现在说的是这个吗？我工资再少，他也不能全拿去给娘家啊，都拿走了，我们3个喝西北风吗？哦，你们不是也没喝西北风吗？你们一家3口吃我们的。爸，你要气死我吗？我说的重点不是说吃谁的饭，花谁的钱，反正我想离婚，你别捣乱。老陈头耸拉着眼皮，偷偷用脚踢了踢下老太，吓老太没理他。老婆子，你怎么想的？日子是他们2个过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想。上辈子也有这个事情出来，他被老陈头当枪使，老陈头不愿意让他们离婚，就让他去反对。后来老二只要一吵架，就把一切怪到他头上，所以这辈子他绝不会参与他们之间那点破事。怎么是他们2个过？那是我们一大家子过。他要离婚了，我以后上班怎么抬得起头来？我的脸往哪放？你可以低着头上班，是他离婚又不是你离婚，你要这种脸干什么？不是，这次老婆子怎么回事？离婚可是大事，他说的什么低着头上班，说的都是啥玩意啊？这一刻，陈向南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。他刚刚被他爸劝解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心情。他妈，不愧是他妈。哼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回屋去了。啊，你这是出院了？没有，向南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爸妈和我哥哥们在医院没钱缴费，只有5天的住院费了，不交的话，他们就要被赶出来了。我没钱，我还欠了别人钱。再说了，他们不是都已经做过手术了吗？到时候在家里养着就行，能花多少钱？不行啊，在家里哪有在医院方便啊？万一有个什么事，叫医生也方便啊。
再让他们多住半个月，我再让他们回家好不好？看着董春苗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陈向南差点就心软了。该死的，他不能再被迷惑了。他们董家的人就是张着大嘴的怪兽，随时都能咬下他一块肉。你不给是吧？陈向南，你别后悔。说完，转身就跑了。死老头，多大人了，还锁门，赶紧给我打开！是老二要离婚，你把气撒在我一个老太太身上干什么？妈，爸锁门就随他吧，你跟我睡。刚好我们娘俩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们聊聊天，别给自己气坏了。你自己回去睡觉。你爸那狗东西这是给我脸色看呐！今天我非得把这门劈了不可。夏月，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，有本事你再锁一个我看看。这时陈向东走了过来，看到他妈拿着斧子，连忙劝道：妈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是个有文化的先进老太太，可不能因为一时激动就把我爸给嘎了。老陈头心里苦啊，他就是发点小脾气，不就是锁个门吗？以前他不也经常是小性子吗？怎么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这么好看的剧情，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。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我错了，我不该锁门的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把脾气发到你头上，我应该把气发在老二身上，我现在就去打嘎他。老陈头直直走到陈老二面前，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。老二被打得一脸懵。爸，你干嘛？夏老太的凶狠目光还盯着他，老陈头如芒似背。你个白眼狼，我跟你妈就因为你的事情吵起来，你居然还睡得着？不是，我离婚，你们吵什么？为你操心啊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又挨了一巴掌，陈向南却脾气也上来了。为我有什么好操心的？我有董春苗那种媳妇，我才要短命了。你离婚以后，我和你妈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可没有，我堂堂正正做人，有什么抬不起头的？哼，反正不能离。我妈都同意了，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你怎么比我妈还扭呢？陈向南是真的恼火，就因为这个事情扇了他2巴掌，现在还要跟他吵架。我没同意，也没不同意，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，反正是你媳妇，不跟我过一辈子的，我可不愿意做那种惹人嫌的老太太，天天控制着你们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就是那种惹人嫌的老头了？你朝谁吼呢？你遭不遭人嫌弃还用我说？你难道自己不知道？老大，你滚回去睡觉吧，我又不可能真把你爸嘎了。还有向红，你也回去睡觉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跟这老头子掰扯掰扯。老婆子快开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给你摆脸子了。晚了，我气不顺，你今晚就睡猪圈吧。二哥，我昨天晚上在医院看到二嫂了，她被人追着打，说她勾引人家男人，被当场捉奸了。难怪她昨天临走时让我别后悔，这女人还真是蠢啊！本来还没想好怎么离婚呢，现在好了，送上门来的理由。向北，这大清早的你瞎嚷嚷什么？爸，二嫂好像给我二哥戴绿帽子了，还被人捉奸在床。老陈头当场眼前一黑，你在胡说，我打不死你。我没胡说，我在医院看到了，他们打得可激烈了，二嫂头发都被扯下来一大片。老陈头哆嗦着手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没说完，他又想起了他可怜的绿帽子二哥，不敢将话说得太满。不是很确定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没确定的是你竟然胡咧咧，我还是打死你算了。妈，救命！我爸要打死我，就因为我发现二嫂跟别的男人好了。夏老太睁大眼睛，你说什么？医院门口，小娼妇，你就这么守不住寂寞，就那么点时间就要勾搭男人？还有你，戴伟，你这个狗东西，就你那根绣花针几分钟都没有，你还要出去找别人？我现在就去革委会举报你们搞破鞋，你们就等着被游街吧。是他勾引我的，他还要我给他钱，他就是个出来卖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就是他勾引我的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刚流产，怎么出轨？只是躺一起了，又没真的发生关系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苍蝇不叮无缝蛋，你是苍蝇，他是臭蛋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你们不许再闹了，公安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。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什么？谁让你们报警的？我男人要是被抓了，你养我们娘仨吗？你们来这里闹事，我们当然要报警。戴维脸色惨白，这该死的女人真是把我害惨了。董春苗捂着被打的脸，低着头哭了起来。你一个大老爷们，自己做了坏事，竟然把脾气发在女人身上，什么勾引不勾引的，我看说不定就是你强迫人家。这位同志，你不要害怕，有什么冤屈就说出来。听到热心群众的话，董春苗很猛。事实上，他就是勾搭了这个男人，虽然没有发生关系，但是他还是给他钱了。他用这个钱给他爸交了住院费，但是现在他不能承认。就是他，
他强迫我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是你一直往我身边靠，跟我说你有多苦多闷，让我陪你说说话。你还说不是勾引我，你还问我要钱。你说你男人不给你钱，你爸妈住院生病他都不给你钱，你还说你男人是个孬种，是个没出息的，不像我这么有男人味。我没说过的，我真的没有勾引他，都是他强迫我的，我不想的。可是他的力气太大了。此时在一旁的陈家人觉得比吃了屎还难受，他们没脸出去，也不想叫人发现他们是董春苗的婆家人。我来接你回家。我不走，我家人还在医院呢，我要照顾他们的。明明是温柔又坚定的话，董春苗竟吓出一身冷汗，比刚刚公安的审问都让他感到恐惧。哎呦，这闺女可真好啊，有孝心。她确实有孝心，我也担心她身体呢。今天又受到这么大的惊吓，等会我会让她嫂子来医院。我老丈人一家也不知道是不是踩了霉运，一家人都受了点伤，住院好几天了，也不见她那2个嫂子。我老婆担心爸妈情有可原，就是有些不顾及自己身体了。说到这儿，他苦笑起来，压力都在我老婆这儿了，她自己身体都顾不上了，还要照顾爸妈，又遇到这样的事。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，哪能让她照顾？她自己身体都差呢。要我说，她那2个嫂子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董春苗母亲听到陈向南似是而非的话，又发现看热闹的人开始讨伐起他2个儿媳妇来，心里就不乐意了。我儿媳妇可是要照顾我孙子的，我孙子可是金贵的，可不能让他们受委屈。我女儿不就是流产吗？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金贵的？我当初生完她当天就下地干活了，怎么轮到她就不行了？董春苗这个傻子还在一旁点头。是的，我嫂子辛苦，不该来医院的，而且带着我2个侄子呢，小孩子最忌讳来医院的。你董家生儿子是头等大事，你董春苗给我生儿子就不是什么大事了，我陈向南活该没儿子。董春苗一听，像是失了魂，喃喃道：对，我也要养着，我也要生儿子啊。你侄子来医院，你怕小孩子忌讳，玲玲来医院，你让他伺候你爹吗？他才几岁，比你几个侄子还小吧？这么好看的剧情，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，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陈向南也不再瞒着，他想立孝心人设可以，可每次他提起娘家，他心里就生气，这就不像是个正常人做出来的事，不顾家庭，不顾孩子，全心全意为娘家奉献。她一个丫头，有什么忌讳不忌讳的？我小时候村子里的人生下来是个丫头，还有直接溺死的呢。我能把她养到现在，她就该感恩戴德了，让她干点活。你干什么这么激动？以后这丫头嫁出去了，跟我就没关系了。这话一出，看热闹的人本来对他同情的心思一下子少了一大半，难怪他男人生气呀，这就是个拎不清的。妹子呀，你这话可不对啊，不管男孩女孩，那都是自己的孩子，跟自己更亲啊，侄子什么的哪里比得上亲女儿啊？你这想法也太落后了。董春苗一脸不服，他觉得这些人脑子有问题，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好疼的，还小棉袄，呸，那就是个赔钱货。你们知道什么？我跟他结婚之后，他赚到的钱都拿在手里，1分钱都不给我，我又没有工作，如果不是去娘家吃饭，说不定我连饭都吃不上。小伙子，你这样可不对啊，一个大男人连老婆都不养。是我不给他吗？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他，第2天他就拿到娘家去了，我妈给他做的衣服鞋子，他反手就把新衣服拿给他嫂子穿了。陈向南，你是要逼我去死吗？平日里倒是骂这个打那个的，这回怎么在医院不出声了？老二一个人孤军奋战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帮帮他？你也算个男人。老陈头一听大怒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不是男人了？我不是男人能跟你生4个孩子？你也就这点能耐了，但凡家里出点事，你就让我出头，自己躲在我后面当缩头乌龟，这也叫男人？我看你都不如老大，人家至少还知道护着他媳妇呢。你每个月交点钱，鼻孔就朝天看了，饭一吃完就把碗推开，背着手出去抽烟。你除了交那点钱，除了生孩子的时候抖了2下，你还有什么用？家里面里里外外不都是我在操持？我跟老爷们掰扯，跟老娘们打架的时候，你在和稀泥；我被你当枪使的时候，你还要和稀泥；我把好处争取过来了，你还要我给人家道个歉，好人全让你当了。我是那个恶老太婆，你是那个讲道理的老头，你现在还怪起我来了？你的脸皮是比城墙还厚啊！你要是这么心疼老二，你怎么不自己上？叫我上算什么男人？夏老太瞥了一眼老陈头，不屑道：你没种！老陈头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有人指着他鼻子这么骂过的，他忍不住就推了夏老太一把。夏老太迎面就是几个大嘴巴子过去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你还敢跟我动手了？没出息的男人才会跟自己的女人动手。怎么，我说到你痛处了？你就是个没种的男人，你跟咱们大院马大爷家的男人一样，都是爱打女人的孬种。
还敢打我，还敢打我，我今日跟你拼了！屋内听见太太陈孝比这熊孩子听到动静走出来一看，只见他妈骑在他爸身上，左右开弓，他爸到处躲着，不小心碰他妈一下，就会引起他妈更剧烈的打。我没打你啊，我没打你。老陈头被打的眼睛不敢睁开，生怕这死老太婆给他眼睛来一下。你还没打我，那你推我这一下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些年辛辛苦苦在家伺候你，我还做错了是吧？你居然还推我，你推我！妈，别打脸，我爸明天还要上班的。老陈头听到陈向北的声音，反抗都没力气了。他以后在家里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夏老太见他不反抗了，也就不打了。这打架嘛，就是要先下手为强。刚刚老陈头推的，他就必须要立刻把他打服。你大晚上的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洗澡了吗？穿得这么整齐，你是不是又要出去跟你那几个狐朋狗友玩？喂，我不出去，我这就回屋。他在夏老太的注视下，委屈地回了房间，准备晚点再溜出去。老头子别装死，起来给我打洗脚水过来，我打累了不想动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个野女人，害得我儿子进局子，我今天打嘎你。董春苗就这么死了，凶手正是戴伟的亲爹，那个觉得自己一辈子没有指望后，就拉着董春苗这个害了他儿子的罪魁祸首垫背。我女儿死了，凶手一家不赔钱吗？那他不是白死了吗？我可怜的春苗啊！对不起，凶手家里也没钱，赔偿不了。公安一板一眼的回答，心里也不免为里面的女人感到悲哀。连最亲的母亲都只看重钱，她这辈子也太苦了，根本没有人爱她。亲家母，我女儿好好的嫁到你们家，年纪轻轻就这么没了，我跟他爸以后怎么活啊？你们也有责任，你们要赔钱的。怎么会有你这种人？你怎么不说是因为你女儿来医院照顾你家那几个废物男人，不小心被戴伟看上了，所以才有了这个祸事的？我看你才要赔我家老二吧。我家老二好好的一个男人，就这么死了老婆，人家要是说他克妻，以后他还怎么娶老婆？快点赔钱！董春苗母亲愣住了，怎么还有比他更不要脸的？我是死了亲女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冷漠？你没有心吗？你没有女儿吗？我有女儿，我有心，所以我第一件事是看我那可怜的儿媳妇。你呢？你见过她了吗？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我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他慢吞吞地走了过去，见到董春苗的尸体，董春苗的母亲突然变得呆呆的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是失了魂。陈家操办了董春苗的葬礼，虽然中间董家的人也来闹过，最后被夏老太和几个儿子合力打了一顿后就老实多了。向红啊，明天面试你别怕，我让你嫂子去他那边给你托关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比其他人的机会多一点，没事的，不管能不能成功，妈跟你说过的，绝对不让你回乡下去了。我会尽力的。夏老太回屋了，老陈头问他：你真打算把工作给向红？老二那边还失业着呢，他一个大男人，失业丧妻带女儿，以后可怎么找老婆啊？难不成就让他一直打光棍？老陈头苦口婆心劝道：你心疼向红我理解，可向红毕竟是个女娃子，大不了给她找个人家嫁出去得了，她也不用再下乡了。可老二不行啊，一个男的没有一个稳定工作，哪个女的看得上他？你要心疼老二，你就把你的工作给他，别来烦我，我要睡觉了。老陈头说破嘴皮子，竟得来这么一句话，顿时脑瓜子嗡嗡的。这死婆子真让人生气啊！第二日，陈向红面试的日子，爸妈、大哥、大嫂、二哥，我去面试了。老二，你骑自行车去送向红，让你爸今天走着去上班。老陈头瞪眼，这死老太婆又不跟他商量自己做主，他跟他说一下会死吗？他又不会不同意。愿意拿钱给向红买工作，愿意把工作让给他，怎么这时轮到向南你就不乐意了？老陈头心里气鼓鼓的，他也是你儿子，买个工作我们出钱不就好了？为什么非要让他出？他出不起你还要让他写欠条？你是亲妈妈，我看你就是重女轻男。夏老太把老陈头往旁边一推，我要真是重女轻男，向红也不会下乡去。老二那个临时工的工作，难道不是我求爷爷告奶奶得来的？就凭他自己也能找到工作，要不是我给他找到工作，他早就下乡去了。他就算没有工作也不会下乡，他高中刚毕业就和董家姑娘结婚了。他要是没工作，董家会看上他？别搞笑了，再说老二娶媳妇的钱还不是我给的。老陈头闻言很不服气，那是我的钱。夏老太直接一个耳刮子甩过去，什么意思？你的钱不是我的钱，单单就是你的钱，难道我们分开过了吗？老陈头捂住脸，这死老太婆现在动不动就打人，他都有点不想活了。见老陈头不吱声，夏老太转身去了厨房。
老陈，你进来，给我搭把手。老陈头不干了，我不去，就那点活你自己干吧。夏老太闻言头上窜着火，老陈头只能往厨房走进。没一会儿，屋子外面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有人在家吗？黄丽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夏姐，你在家呢？我是来找陈大哥的。找他？你找他干嘛呀？他不在家嘛，那我改天再来好了。夏老太这时冲着厨房喊了一句：老陈，快出来，有人找你。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老陈头端着一篮子菜跑出来，不知道谁这么没眼力劲乱串门，居然还是找他的。陈大哥，你这个月……老陈头想起这个月的钱全给夏老太了，黄寡妇呢他就没给。此时看着夏老太淬毒的目光，他吓得冷汗直冒。那老婆子的耳光可是太疼了，你到底什么事？听着老陈头不耐烦的语气，黄寡妇心里想，他不会失去这个长期饭票吧，只能随意先说个借口。陈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厂里有没有临时工之类的工作，我一个寡妇本来就生活艰难，光靠糊火柴盒子哪里够用，要是有个工作就好了。没有，现在的工作都紧俏得很。也是我想的太美了，那些工作哪里轮得到我呢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黄寡妇刚要离开，老陈头还以为可以松口气了，没想到夏老太直接一脚过去，把老陈头踢翻在地。这次老太婆下手也太狠了，是黄寡妇来找我的，又不是我去找的黄寡妇。我也是厂里的，你怎么不问问我？黄寡妇被问得一脸懵，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。对啊姐，那你们厂里有没有临时工介绍给我做？你还别说，真有，我也是看你可怜，不如领你去厂里看看怎么样？那太好了姐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？我们厂里一个清洁工不干了，你去吗？黄寡妇呆住了，让他这么一个时髦的人去干清洁工，他顿时在心里怒骂夏老太黑心烂肠子的。陈大哥，黄丽，你站在那干什么？跟鬼一样，多吓人呐！黄寡妇慢慢走过去，夹着嗓子说道：陈大哥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家里都没米下锅了，2个孩子都饿着，他们书包也要重新买了，我真的愁得恨不能去死。没钱吃饭就把你身上这件花里胡哨的衣服卖了，都没钱吃饭了还买这么好的衣服，饿死你活该。还有，我记得你去年刚给你家2个孩子买过新书包吧？你家的书包是用来吃的吗？非要1年一换？陈大哥，黄寡妇幽怨地喊了一声，老陈头被他这一喊，手抖得厉害。该死的，又来这一招，是怕我巴掌没挨够吗？你别嚎了，工作不想做，嘴上说着要饿死了，穿的比人家大领导还好，我干你的吗？我又不是你爹，也不是你男人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说完，余光突然看到夏老太出现在巷子口，眼里的冷意像是要把他嘎了。要命了，这个黄寡妇真是害死人了。老婆子，你怎么来这儿啊？我来这儿是不是打扰你了？没有，你来这儿正好啊。夏老太阴恻恻地说道。正好什么？正好捉奸。我没有，我就想早点回家才来这里的。那边出去从一个大院穿过，就到咱们家里了，谁知道碰到他了。老婆子，你要相信我啊。黄丽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不会是专门来堵老陈的吧？黄丽尴尬地笑了笑。哪能啊嫂子，我就是想来看看那个工作，你之前不是说有个清洁工的工作吗？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你年纪比我还小一点，怎么脑子就生锈了啊？昨天我说的工作可不是在机械厂。再说了，这个工作你找老陈有什么用？找我才有用啊！哈哈，对，我脑子是生锈了，是我找错了，那我今天先走了。他转身又要跑，被夏老太抓住了手臂。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份工作，那我带你去找人吧。昨天说的那个临时工的工作被人要走了，但是有另一个，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老婆子，他的事跟我们没关系的，你别热心肠了。黄寡妇在一旁点头。没错，你们赶紧走吧，我不去了。没事，我不嫌麻烦，他们那边缺人，工资虽然比不上临时工的，但是比你糊火柴盒多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毕竟你们家饭都要吃不上了，不是吗？他们来到了一座破烂的院子里。林管事，我给你带干活的来了。我不行的，我身体不好，干不了活。没关系的同志，哪怕你身体不好，我们这里肯定有适合你的。他想了想说道，这样吧，你去打扫厕所吧，每天只需要2-3个小时就行了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打扫完你就休息，这是我们这边最轻省的工作了。我打扫厕所？黄寡妇扭头就跑，她就算当个黑户也不会去扫厕所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妹子。没关系的，很多只想拿政府补贴却不想靠双手的人，我们也遇到很多了。现在知道了他的名字，明天我们会去找他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劝好他的。辛苦你们了，为人民服务哪里会辛苦？老头子，你一天除了上个班，
回家就当大爷了是不？让你干点活还要8抬大轿请你了。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对你够好了，你别对我吆五喝六的。你也就是嫁给我了，你要是嫁给老马，夏老太冷笑。我要是嫁给老马，他要是打我，我就把他身下2两肉割了。老陈头觉得自己下半身冷飕飕的，这死老太婆也太狠了吧！他还没说什么，对面马家传来一阵男人的惨叫：“嘎人了，嘎人了！救命，救命了！”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你怎么敢的？那可是你男人，你男人打你怎么了？又没把你打嘎，他家出了这么高的彩礼，不就是打你几下，你忍不行吗？小马媳妇表情麻木，呆呆的任他母亲又打又骂，直到看到夏老太走了过来，表情才有了变化。夏婶，怎么了？小马媳妇笑着说道：“夏婶，你看样子似乎为我感到可惜。”我没有啊，他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们都是被驯化的人，都是被虐待的人，你也不用为我难过，我真的挣脱出来了，我觉得现在很自由。啊，我被驯化了吗？你现在被抓感觉很自由吗？似乎是瞧见了他的疑惑，小马媳妇解释道：“你被精神虐待，我被肉体虐待，又有什么区别？你被教的为家庭付出所有，我被殴打的只能听他们话，我们是一样的人啊。”这么好看的剧情，如果你还单身一个人看，就去探探吧。探探上超多漂亮小姐姐，温柔的可爱的什么类型都有，总有一款能让你心动，赶紧去试试吧。啊，也没有吧。夏老太有些尴尬，毕竟她不会一下手就弄废2个男人。是你给了我勇气。夏老太一下子就感受到了旁边公安打量的目光，她心里有些慌。小马媳妇这是什么意思？她可没有挑唆她跟马家的人干什么。我都没有跟你说过几句话，也就碰到了打个招呼而已呀，怎么会是我给你的勇气呢？你被祝文英打了之后，突然觉醒了，不给他们老陈家当保姆了，你开始反抗了。他们都说那天是祝文英打的你们全家人，可我知道是你打的，你变得不一样了。小马媳妇打断他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可以挣脱出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凭什么他要打我就打我？我为什么不能反抗？我为什么不能打他？真的下手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打人比被人打爽多了。可你也不是打人啊，你都快把他们嘎了。打上头了，他们3个打我1个，我那时候觉得要把他们一次性打服，怕自己打不赢，就动了菜刀。等我回过神的时候，他们就那样了。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。我先走了。”小马媳妇有一点说的没错，她前世的确是被驯化了，她比老陈头又没差，凭什么她就活该低人一等？真是越想越气。陈大哥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小马真得了疯病了，我好心去看他，他竟然把我打成这样，真是委屈死我了。你没事就回家用冷水敷一下吧。走吧走吧，都很晚了。好啊，当着老娘的面搞破鞋，老陈你可真是能耐人，我今天就打嘎你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别打了别打了，他要不是只找了我一个，前些天还去找别人了呢。你要是不开心，我以后保证离他远远的。老陈头觉得当男人真苦啊，又要上班挣钱，又要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，还要被老婆打。一会给我写个保证书，还有把那个黄寡妇到底让多少人资助了，每个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，每次给他多少钱，是不是有不正当关系，你都给我写出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写什么，你照做就行了，你再问试试呢。还有以后家里我的活都你干。老陈头正在努力回想呢，就听到这一噩耗。凭什么？我哪里会干家务？再说哪有男人干家务活的？你现在要我干家务，以后你是不是还想骑在我头上？凭我手上的家伙是够不够？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牵手，我看你是被打轻了。婆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忙着呢，也忘记传个信回去了，可不是我故意不回家的。我看你倒是不怎么忙啊，刚刚我看着你也没教他什么有用的东西啊，都是些废话。夏老太冷笑一声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不想回家做饭，所以才拦着你那可怜的小徒弟也不能回家吃饭。老陈头立刻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天地良心，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？再说了，我本来就不擅长你们女人家的那点家务事，我怎么会干得明白？就早上煮的那顿饭，叫了我的老命了。你以为我还信你的鬼话？刚刚你徒弟在，我想给你留点面子，现在没人了，你还跟我鬼话连篇，你这么能耐，怎么不给报社投稿啊？这么精彩的剧情，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。说起运动，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。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，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我能不知道？我和老二去乡下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？我一回来让你做个饭，你却把厨房给淹了。
你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我这是为厂子、为工作奉献，哪有时间给家里做饭？你别太无理取闹了。我承认我之前对黄寡妇是有不该有的同情心，可是我也没跟她有什么首尾啊。那上回牵手是怎么个事？我看你就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夏老太说完就是一个耳巴子过去，正巧有厂里的同志路过这里，被人撞见，老陈头又羞又恼，他的面子全没了。老陈头气愤地推了夏老太，虚张声势道：“你竟敢打我！”夏老太一时不察，摔倒在地。我说陈师傅，你再生气也不能把人推倒啊，这要是摔伤了可怎么是好？夏老太爬起来，立刻就揪着老陈头打了起来。你厉害了，居然敢打我！今天咱们就同归于尽。这边的动静太大了，引来了下班后没回家的人过来看。我的天老爷，陈师傅这人居然跟嫂夫人打架，我也是开了眼了。厂长来了，大家快让让！厂长一过来，就看到一个女人发了疯一样往陈师傅的脸上甩巴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时夏老太也停了手。李厂长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不该把私人的事情闹到厂里来，我这就带他回家解决。我不回去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跟你过不下去了，我再也不会回去了。夏老太转头就走了，爱回不回，不回最好。老陈啊，老炮嘛，都是情绪化的，你哄哄这事就过去了，可不能乱提离婚啊。本来人家喊你回家吃热饭的，你倒好偏不回去。老陈头刚听到热饭，就呜呜的哭了起来。哪有热饭？没有热饭啊？什么意思？家里没有热饭，我家老婆子非要我烧饭，不烧就打我，我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这女人怎么能不烧饭呢？老陈头像是找到了知音，开始倒豆子似的把自己的苦难说了出来。厂长啊，你说他在外面是不是有别的老头了？应该不可能的。老陈头越想越不对劲，以前夏老太满心满眼都是他，现在对他不是打就是骂，还把他的钱都拿走了，他肯定是去养别的老头了。厂长，我先回去了，我得好好问问他，死也要死的明白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赶紧从这个老头身上下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咱们今日不在家吃饭了，老娘带你们去国营饭店开开眼。妈，真去啊？我爸呢？夏老太没好气的。你爸嘎了，嘎得透透的了。今天咱们吃完后，明天还能继续吃他的席了，一连吃7天，你高兴吗？众人一听，脸色都变了。你们是不是都傻的？我要是真把你们爸嘎了，我还能安安全全回来？去不去吃饭？不去的话，我就一个人去了。当然去了，我去叫文英。那我洗把脸去。一行人刚出门，就引得大院的邻居询问：婶子，你们这一家子这时候去做什么啊？看你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不会要去找老陈算账的吧？一家人得和和气气啊，千万别跟他太计较。想什么呢？我们家向红来家里好几天了，咱们全家人去吃点好的去。哎呦，这可真的大手笔啊！你们家不少人呢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夏老太歪着头看去，发现黄寡妇站在一边阴阳怪气。黄丽，你这是又来找我们大院哪个男人啊？夏姐，你话可别说这么难听，我只不过是路过这里的，你可别乱诬陷人，小心我去公安那告你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没钱花了就准备缠着老陈了。听说你昨天被扶贫办的抓去干活了啊？你这么有觉悟的人，应该不至于偷懒逃跑吧？你这样可不行，哪有既要钱又不想做事的啊？实在不想干，你找个家里没老婆的男的养你们3个也行啊，别总盯着有家庭的男人要钱。我找不找男人关你什么事？把你自己男人看住了就好，别逮这个人就误会。我清清白白一个寡妇，就是被你这种人传了谣言。这么好看的电影不换个大屏幕太可惜了，要想看个过瘾，那你得用抖音电脑版。大屏看电影更爽更高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。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黄丽被踩中了死穴，怒骂后扭头就走了。神经病，还玩不起。几人在国营饭店美美吃了一餐，揉着肚子回了家。奶奶，我以后长大了也要当工人，带你们都去国营饭店。傻孩子，等你长大了，当工人就不吃香喽。夏老太刚说完，就看到老陈头饿着肚子坐在客厅。要死了你，想吓死我你就能娶新人了是不是？坐在这里干什么？厨房收拾好了。你就只看到厨房，你就没发现我还饿着肚子吗？谁让你把厨房搞成那样的，还不想跟我回来？饿着了能怎么办？还要我给你发个奖状？老陈头带着愤怒开始质问：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是不是早就想把我踢掉了？是不是就盼着我早点死，好给你外面的野男人让位置？他越说越心酸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头上绿油油的，比老二的头顶都要绿。他们父子俩都被女人玩弄在股掌之间了。你不爱我了是不是？夏老太被这话恶心到了，这死老头在说些什么？你发什么疯啊？你就是不想我当你男人了，你就是把我当钱袋子，当劳动力，是不是？小娥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夏老太严重怀疑老陈头不对劲了。你赶紧去收拾了，明天早上要是再这副样子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还有，收拾好了你给自己烧点热水。老陈头一听，脸上带了些惊喜，难道他是在关心自己？多喝热水，治治你那个脑残病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你疯了吗？让你帮我们洗一下衣服怎么了？你现在把爸气走了，是不是也要把我们气走？
妈，向东是你亲儿子，宝元是你亲孙子，哪有你这样的两手一摊不管不顾的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这是陈家的孙子，又不跟我姓的，你男人没手还是没脚了？他不是人吗？他不能洗吗？我有点想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就盯着我啊？你怀孕，你辛苦，可是又不是我让你怀孕的，罪魁祸首不是你男人吗？你不使唤他，非要来使唤我，你给我钱了还是跟我说好话了？天天拉着个脸，我欠你们的啊！陈向东大怒：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让我干家务，哪有男人洗衣服做饭喂孩子的？你是想让我被人笑死吗？要是什么东西坏了，我是乐意修的，就这点家务活，凭什么我干啊？那后院的围墙倒了一截，那个总该是男人该干的事了吧？除了你爹补过墙，你动过手吗？让你给你老婆分担点家务怎么了？真是比你爹都不如，你就是个又懒又蠢的狗东西。祝文英也是个蠢货，还没想明白夏老太的话其实对他也有好处呢。见他男人被骂，连忙想着帮腔：妈，你凭什么骂向东？他既不赌又不嫖，赚的钱都上交了，比大院那些男人可好多了。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了，你凭什么骂他？夏老太还没开口呢，敞开的大门进来了尴尬的尹老太。对不住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过文英啊，我觉得我儿子比向东好一点，他不但上交工资，而且还会烧菜，烧出来的菜特别好吃。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当然了，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瞎。尹老太说完拔腿就跑了，生怕被骂。烧个菜算什么本事？一个大男人在家烧菜说出去被人笑死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人家国营饭店大师傅不是男的，他烧菜被人笑话了吗？你们之前结婚酒席还得给人塞钱，求着人空出日子来给你们做呢。祝文英被噎住了，声音小了许多。在饭店烧菜那是正经工作，哪能跟家里比？妈，我看你就是看不起向东，看不起我们。真是后悔，早知道当初死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好了，这是听不懂人话。妈，既然你看不惯我们，那我们走好了，又不是没地方去。走，我们回娘家去，我绝对不会再回来了，你也别想见到你孙子。这边被气得连夜出走的老陈头来到了二弟陈卫军家睡了一晚。弟啊，中午吃什么？昨天还剩了些青菜和蘑菇。老陈头一听就觉得嘴里寡淡的很，主动要求道：去买点肉吃。弟媳方荣一听大惊：大哥，我们家哪有钱买肉啊？你看你两个侄子瘦的都快脱缰了，大哥你身上还有钱吗？有的话我去买，也好给你侄子沾点光，我们很久都没闻到肉味了。我2个月前不是还留了肉票给你们吗？这就花完了。弟妹啊，不是我说，你这要是不会当家，就把钱啊票啊给魏军，才1个月啊，那些都没了。方荣恨得要死，被阴阳了好几句后还是沉住气了。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几张票呢？大哥你要是想吃，我们就算砸锅卖铁都要去买的。那你去吧。弟妹啊，你有时间去医院看看吧，连有没有钱有没有票都能忘记，你这记性等年纪再大点，不得跟你家隔壁那个老婆子似的，出去3个步都得迷路啊。你快去吧，我等着。老陈头说完不再理会方荣咬牙切齿的小气啊，回屋躺着了。你大哥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，怎么会有人来别人家做客还非要吃肉的？大嫂怎么回事啊？连个男人都拴不住，都离家出走1天了，他怎么就不知道来找呢？方荣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你说大嫂会不会不知道大哥在我们这？我觉得是，你看以前大哥他们2口子从来不吵架的，这回他们吵架，大哥突然离家出走，大嫂肯定着急了，也不知道去哪找。方荣点点头，那我下午去找大嫂，先别让大哥知道，万一他又整出什么幺蛾子来折磨我们呢？你现在就去通知大嫂，让他赶快把大哥接走。方荣不敢耽搁，很快就到了夏老太的大院。大嫂大嫂，我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夏老太没好气地回道，她心里还在生气，刚刚跟向红争吵了几句嘴，她现在觉得向红太像她那犟驴一样的爹。大嫂，不是我说，你对大哥也上点心，他工作那么累，你还跟他吵架，他跑了你都不担心吗？看你这样子，好像根本没去找，要是咱婆婆还在，早就来骂你了。方荣又看了一眼说，你看这么好的天气，你也不知道打扫打扫，被子也不晒，一个好女人的职责就是要把家里收拾好。妈怎么还不动手？大嫂，你知不知道大哥在我家？不，那你赶紧去接啊。说什么？大哥是昨晚去我家的，吃了很多肉，你等会记得把票补给我。我没钱。大哥在我家吃的东西，你凭什么不给？我今天买肉还花了5毛泥，全让他一个人吃了。那你别让他吃啊，票在你手里，难道他还能抢？可他是大哥啊，他要吃什么我们怎么拒绝？就算是把我们家吃穷，那也要让他吃好。夏老太恍然大悟，
故意气的。怪不得你家穷，都是你大哥吃穷的，现在跑我们家要饭来了。你有病吧？说话这么难听，我们可是妯娌，是亲戚，我今天也不想闹得太难看了。你赶紧把钱给我，再把大哥接回来。他一个大男人，天天待弟弟家，算怎么回事？方荣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这个蠢东西，就你这样的，别想从我家拿走一根针，赶紧走，要是敢再来，我打你全家。你要是再来，我就连你2个儿子一起打，我一个人能打3个，滚！我嫂子太不是东西了，我好心过来报信，她不但不领情，还对我拳打脚踢的，大伙儿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我不信。你凭什么不信？你没看到他下月娥都把我扔出来了吗？哪有做亲戚的干这种事的？你胡说，明明是你爬出来的，竟然还想冤枉人。我月娥姐连门都没出过，怎么把你扔出来？你真是满嘴谎话，长得也刻薄，大家不要相信她。是啊，夏老太的为人我们都是知道的，别人是窝里横，她偏偏是个窝里软，只要是她的家里人，她可真的是比老妈子都伺候尽心啊。月娥姐，外面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家最近事可真多，早上你家老大2口子刚回了娘家，现在又出了这个事，也就是现在不能搞封建迷信那一套，不然你真得去庙里拜拜了。尹老太拉着他的手，言辞恳切，夏老太心里胃贴得很，上辈子过得惨的时候，也只有他帮自己，这样好心的人，难怪他家里一直和和睦睦的，孩子们对他也孝顺。我没事，无非就是外头我那个弟媳占便宜没占够，所以不服气罢了。你跟我说，是不是你打的？夏老太点点头，是啊，上次我也说了是我，可你就是不信，连带着大家都不信。我跟你说，打人是会上瘾的。尹老太震惊不已，这个谁能信呢？夏老太原来那样子就跟头老驴似的，任劳任怨，一下子变成了老鹰开始啄人了，哪有这样稀奇的事？你被鬼上身了。夏老太他们在院子里嘀嘀咕咕的时候，陈向南拉着陈向北来到了院外。二婶，就算我们不让你拿东西，你也不能这么诬赖我妈啊。他看起来有些愤怒，可就这么一句话，给方荣扣了一口大黑锅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是你那个妈把我打成这样了。二婶，都是我们不好，向北年纪小，受不了你这么骂他吗？所以朝你推了推，我们跟你道歉。他起身又说道，他本来只想推你的，毕竟你也推了我妈，没想到你又想去拿我家的东西，他才不小心划到了你的脸。向北，快点给你二婶道个歉。一脸疑惑的陈向北只好低头道歉。对不起。这孩子怎么能颠倒黑白呢？谎话张口就来啊！你胡说，你跟你妈一样，都装得人模狗样的，其实心里头全是黑的，浑身都是心眼子。你不要脸，你生儿子没屁眼。陈向南攥紧拳头，二婶，咱们是亲戚，你没必要这么说吧？刚刚你打我吗？还骂我们全家不得好死，我都没有给你说出来，我是想给你留面子的。你是我们的亲二婶，逢年过节的我爸也给了你们不少东西，我妈也帮了你们不少，你这么忘恩负义，难怪我那堂弟没人敢给他说情了。你是我们的亲二婶，逢年过节的我爸也给了你们不少东西，我妈也帮了你们不少，你这么忘恩负义，难怪我那堂弟没人敢给他说情了。方荣有些慌了，这该死的黑心小子竟然拿他大儿子的亲事来威胁。你别胡说，我就是气急了，平日里我可不是这样的。众人嘘了一声，明显不信。他见解释不清，转身落荒而逃了。弟妹啊，回来了，晚上咱们继续吃肉啊，中午那点都不够我塞牙缝的。方荣咬牙切齿，我们家真没钱买肉了。大哥，你知道我下午碰见谁了吗？老陈头疑惑地望着他，我碰到大嫂了，她到处找你呢，急得不行，大嫂眼睛都哭肿了，估计昨晚上也没睡好，担心你呢。大哥，你要不要回家去看看？我几个大侄子估计也在外头找你呢。瘟神，快回去吧！听到这话，你要是还不回去，就真的不是人了。这夸张的话语，老陈头竟然真的信了，他心里暗喜，又有些别扭。哼，让你众目睽睽跟我干仗，现在知道急了，晚了。我老陈头可不是那种随便一招手就能哄好的男人，我也是有脾气的，就让你着急吧。算了，还是现在回去吧，免得那死婆娘急出病来，到时候还要花钱看病。弟妹啊，那我先回去。方荣和陈卫军忙不迭的点头。弟妹，你把中午剩下的肉给我吧，我直接带走。方荣懵了，我两手空空回去，你大嫂到时候真跟我生气了，难不成我还要来你们家住？可是你不是可以去买吗？老陈头当然不会说自己没钱了，一个大男人没钱多没面子。来不及买，我要直接回家的。对了，二弟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到时候你跟你嫂子解释。解释什么？现在的夏老太可不是以前了，万一被他误会自己出去找别的女人了，他还不得被打死啊？当然是解释我昨天在你家没有去乱七八糟的地方。就大嫂那个性子还需要解释吗？让你去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。
我没有勾引，是他们自愿的，你凭什么打我？都住手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？再不走我就报公安了。几个女人一听要报公安，立马吓得四散而逃。好心人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今天我可能被这些泼妇欺负打死了。不用谢。陈卫军话锋一转，突然道：不如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。我们村头有个50岁的老汉，人长得帅，勤劳肯干，和你一样离过婚，带个孩子。黄寡妇一向自视清高，她觉得只有车间主任和厂长这样权贵的人才配上她。一听给她介绍的是个离过婚的老光棍，愤怒地给陈卫军一嘴巴子。你这个黑心肝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，你是不是也娶不上媳妇，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？说是给兄弟介绍，其实是你自己，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样子，哪个女的想不开能嫁给你？就你这样80岁老娘都看不上你，呸！夏老太像看白痴一样看着气愤的陈卫军，见人都散了，夏老太领着2个蠢货回家。嫂子，你看我被这么骂，被人打，你竟然在一边看热闹，都不知道帮我吗？夏老太白了他一眼，你这人无情无义，怪不得家里人没有一个尊重你。昨日大哥跟你吵架，大半夜跑到我家，可怜的要命。你说你大凡能当个好女人、好老婆，他能跑到我家吗？夏老太浑身发抖，想想这些年任劳任怨对家里的付出，眼神狠厉了起来。你说我什么？无情无义，是个贱女人。陈卫军一直觉得夏老太是个好欺负的，于是敷衍道：行了，嫂子，我都要饿死了，我先给你道个歉，你给我和大哥做几个好菜吧。还有，我记得大哥过年时候单位发了瓶酒，那个也拿来，我跟我哥好好喝一顿。啪，清脆的一声，让老陈头心情一下子就爽了。你干什么？老陈头一看陈卫军居然发了疯一样打人，立刻冲上去帮忙。你这个好弟弟！陈老头也气，他们夫妻最近打了这么多次架，加起来都没他一次狠，根本不顾任何亲戚情分。老陈头凸着眼睛，你是想杀人吗？他先打我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打他？一个死老太婆也能打我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你先骂他的，你在我家猖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陈卫军不理解，震惊。大哥，我才是你亲弟弟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你们家的保姆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他就算死了，大不了你再娶一个。你对我发什么火？他一个女的还能跟你离婚不？女人算什么东西？以前农村一个女人的彩礼也就2只鸡，除了老三的老婆还算是个金贵人。他有个好爹，其他人都不算什么。这是咱们老爹说的，你忘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只见夏老太手握大柴刀就朝陈卫军逼近。啊，你这杀人犯，你这个杀人犯，你信不信我马上去报公安？夏老太阴狠说道。你能前手前脚出去再说吧。来人了！陈向南带着弟弟回来了，刚好看到他二叔从家里逃出来。怎么了？说。你妈要赶人啊，拿着刀往我头上砍，太可怕了，我要去报警，把他抓起来。他立刻被好侄子捂住了嘴。二叔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妈那个性子能杀人，还拿刀。你说我爸想杀你都比我妈来的可信度高啊，是不是老三？陈向北工具人立刻点头。你是不是因为下午我妈没给我二婶那个人家送的礼品，所以心里不满啊？但是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演得还挺像的。行了，走，去我家看看，我替你问问我妈去。陈卫军被强行带到院子里，跟来的还有看热闹的邻居。听到人进来，老陈头提前把刀藏起来。弟弟，不是我这个做大哥的说你，这做人眼皮子可不能这么轻，见到好东西你就想拿回家里去啊？这东西明天我们说不定还要退给人家的，真的不能给你啊！陈卫军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敢置信。大哥，是我嫂子要告我啊，那么大一把刀啊，砍我，你不拦着不说，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老陈头一本正经道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怎么净说胡话？他要是真砍你，我是你亲大哥，能不拦着？你还是我大哥吗？夏老太突然哭了起来。我尽心尽力为这个家付出，不说求他们一句好，可也不能这么诬赖人啊！我就算再不讲理，再凶狠，也不可能大白天的举着刀砍人吧？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去年说我准备的礼不够，说我黑心，说我看不起他们，非要我给他们道歉，这些事你们都记得吧？现在又说我赶人了，我怎么可能赶人啊？邻居们虽然不记得，可夏老太哭得这么可怜，能是假的吗？这就差6月飞雪了呀，他们能不信吗？我记得这个人老是来老陈家里打秋风，每次一来还没进门呢，就大叫着让他们出来迎他。我天啊，这是上辈子造的什么草？这辈子有这样的亲戚啊！下午还有个女的过来偷他们东西呢，好像是这男的老婆。幸好，我们家亲戚不至于是这样的。大家议论纷纷，说话声音越来越高。陈卫军的脸涨得通红，大骂道：我刚刚可差点被他嘎了，你们凭什么不说他，反而说我？他表面上装的好，私底下对我们又打又骂的，一个不顺心还要嘎人，你们不知道，乱说什么？一群大嘴巴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老是掺和别人家的事情，滚！把人骂了一顿后都轰走后，陈卫军松了一口气，
转身突然发现夏老太阴森森看着他，心里一紧，他忘记了邻居在的时候顾忌名声不敢做什么，可这下还有谁能帮他？向南啊，我可是你二叔啊，去年过年我还特意给你带了袋水果呢，这大冬天的水果可不好买，可贵了呢。还有向北啊，二叔对你可不差吧？咱们都是老陈家的男人，是一家人啊。你小时候最喜欢二叔了，哥，我们可是亲兄弟啊。再说了，是嫂子先打我的，我就是反击而已。结果他拿起刀就要砍死我啊，这怎么说都是他理亏啊。我要不然先走，我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呢。陈卫军一溜烟跑了，夏老太就怒骂老陈头：陈卫国，你是死人吗？非要看我被打了才出手。次日一早，陈家所有人聚集，召开家务分配的家庭会议。陈老头觉得他是家里赚钱主力部，不应该由他做。几个孩子都闲出屁来，应该由老三还有失去工作的街溜子老二做。等陈向红上班了，也可以少分担些家务。妈，大哥两口子不也只交家用5块钱一个人吗？其他的钱都是他们自己拿着的，凭什么他们也不用干家务啊？我也交了，以后向红也交，我们凭什么要干家务啊？同样都是5块钱，同样都是爸妈你们的孩子，我不服。夏老太盯着老大两口子房间，若有所思道：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妈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可他们要上班，就没那么多时间干家务了呀。那咋办呢？妈刚刚想了个很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夏老太笑眯眯地说：老大不是准备做上门女婿吗？咱们把这事给做实了，等会你们几个把他们东西收一收，扔他们老丈人家去，让他们以后没事不用回来了，钱也不用交了，就当我嫁了个儿子出去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客厅其他一脸震惊，这就把老大家分出去了。你怎么能把他们赶出去呢？你这是对他们两口子有意见啊？以后他们怎么做人啊？我们怎么做人啊？怎么是我欺负他们呢？是他们欺负我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太婆啊！你看啊，在家他们对我颐指气使的，我不干他们还要指责我，动不动就回他老丈人家里，这难道你说出去就好听了？整得好像是我们容不下他们一样，实际上是他们一家根本没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呢。我现在成全他们，他们估计能高兴死。那我大孙子岂不是跟咱们不亲了？咱们这么多个儿子，又不是都不能生了，以后还缺大孙子吗？你们能生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夏老太不争气地瞧了他一眼，真有病就早点治。我肯定能生很多，你最多生2个，不然你养不起，你没什么出息的。老陈头哼哼唧唧的不乐意，被夏老太凶了一下，就想开了。哥，我们要不要去通知大哥？陈向南现在也看不透他妈想什么，是真的要分家，还是被老大一家子的行为伤了心，或者他觉得他妈可能也在逼迫老大两口子。要不你去给老大带个口信吧。家母，你来接人了吧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上了1天班还要过来，辛苦了。我就不进去了。是呀是呀，等会文英他们出来了，直接回去就好了。江芳如暂时没看清局势，话音一转，还准备给女儿说几句话。亲家母，我家文英他们两口子总归是2个孩子，你就算要教孩子，也一步一步来。再说了，我们做奶奶的总要多付出一点。你说这10里8乡的，哪个不是为孩子劳心劳力？是啊，多体谅。你说交家用这个事情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这有点太伤感情了，以后还是不交了吧。再说宝源还是小孩子，亲家母还是要多搭把手。如果是你家孩子，也可以不交家用，还要倒贴搭把手吗？那是当然，我也心疼孩子啊，当然能帮就帮了。那如果我说不呢？我不但要他们交家用，还要他们工资全部上交。陈向东在屋里听到后，直接冲了出来，指着夏老太的鼻子骂道：天底下哪有你这样当娘的，这么狠心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被鬼上身了，太令人害怕。你是宝源的亲奶奶，竟然还没外婆来得体贴。这话说的我喜欢听，气死那个老太婆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是你亲吗？随便你怎么说。夏老太想起之前为3个儿子掏心掏肺的付出，就觉得是为了狗，她现在什么都不想说。亲家母，不是我说，你也应该改一改你的脾气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可不让文英2口子跟你回去，我还不如把他们留下来当住家的孩子算了。嘿嘿，老娘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江芳如，你这话是认真的？我在家还不如在岳母家舒服，我也想当上门女婿，就看妈同不同意了。妈要是同意，明天我就给宝源改姓。我这样说，妈一定会大惊失色，到时候求着我们回去，就可以把她拿捏住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陈向东傻眼了，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要做上门女婿，你的孙子要姓祝了，你听清了没？改吧，反正再怎么改，也不可能跟我姓夏，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。夏老太又开心地看向江芳如，亲家母，咱们说好了啊，
以后陈向东就是你们家上门女婿，可别再丢给我了。都是亲家母，你是认真的？这还能有假吗？我把他们的行李都打包带过来了，你们看，就在后面。妈，你是不是想逼我？你不要用这种手段，我根本不带怕的。我没逼你啊，也没有开玩笑。你也说了，岳母家比自己家舒服，亲家母也愿意你做上门女婿，这不是皆大欢喜？这个天杀的老太婆，摆明了设了个圈套让我跳呢。妈，你是要把我们赶出去？我没有赶你们，是你们自己要走。夏老太扭头又跟老二说：老二，你赶紧把东西卸下，我们还要赶着回去呢。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这让我以后怎么做人？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？一点也不为我考虑。夏老太闻言直接一个耳光过去。你又打我？老陈，不知道过来帮忙，等一下打起来我跑得了吗？刚才不是你在动手吗？那等一下他还手呢？那不能，毕竟你是亲妈，他怎么敢还手？老大他老婆就敢。都多久的事了，你还记着呢？我能记一辈子。事情做到这一步，祝文英也害怕了，赶紧认错。妈，是我们两个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以后肯定多干活，多交钱。对，妈，我不做上门女婿，我还是你的儿子。大家以为夏老太会心软，可夏老太看都没看老大两口子一眼，直接上了3轮车。大家还不走，是想留下来陪老大吗？大家闻言赶紧跟着上车，很快车子就开动了起来，只有陈向东在后面追着。妈，不要丢下我啊，我不做上门女婿。老二，骑快点，别让老大赖上了。大哥，对不住了，是妈让我开快的，你可别怪我。一行人回到家，陈向南就跟变了个人一样。妈，我去给你打洗澡水，累一天了，赶紧去洗洗吧。老二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这么体贴？妈，我长大了，是应该体贴父母。老二突然这么体贴，让夏老太都怀疑老二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夺了身体。老二啊，你小时候尿裤子栽赃给你大哥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事？那是老三小时候，可不是我呀。这是我家老二没错，怎么突然转性了？老婆子，你今天这招杀鸡儆猴实在是太高明了，都是跟谁学的？滚！老陈头可怜兮兮的跑进了房间，这老婆子如今太凶了呀，惹不起。老二啊，你妈洗好了，我要洗了。这小子给他妈打了洗澡水，没道理不给我打。那爸你赶紧洗，等会我和老三也要洗泥。那我的洗澡水呢？爸，你就别捣乱了，洗澡水在厨房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想干嘛呢？你给你妈打了洗澡水，那我呢？我的呢？爸，你就不能心疼一下我们？我们也很累啊。再说你一个大男人，又不是提不动。不公平，真是不公平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大带着老婆孩子回来认错道歉。妈，我们真知道错了，你让我们回家吧。文英现在还怀孕了，宝源也哭了一晚上，她也想奶奶啊。爸，你醒了没有？你出来劝劝妈呀。这又是怎么了？大早上的叫魂啊！哎呦，这不是老陈家老大吗？怎么一大早在院子里求饶？夏婶，你赶紧原谅他们吧，我还想睡个回笼觉，你们再这么吵，我可要报公安了。滚，去你住家当上门女婿去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这老大犯什么事了？闹得这么大？这年头上门女婿可不好当。向东，你是犯什么大事了？让你妈这么狠心不要你？才不是的，就因为一条尿湿的床单，我婆婆就要把我们赶出去。因为一条床单分家，这理由说出来，连路边的狗都不会信吧？这是把大院里的人当傻子了。老婆子，老大好歹是你生的，你养的，难道真要说的这么绝情？那我怎么说？咔他棒，真是咱们的好大儿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你做什么？我的尾椎了，还不扶我去医院？你这也太恶毒了！这死老头怎么这么不经推？这下去医院又要花不少钱。夏老太心里虽然抱怨，但还是过去扶起老陈头，又嘱咐听到声音跑出来的向红和向南：老二，你赶紧开车送你爸去医院。向红，你看好家，别让不相关的人进来。好的妈。你也太心狠了，那是你亲儿子，凭什么不让他进来？这是我家，是分配给我的房子，我儿子可以光明正大的进来。刚刚我只是想拉儿子回家，你就推了，你真是恶毒！儿子不要，老公也不打算要了。再说老祝家就是狼窝，你让儿子去他家怎么做人？毕竟他那么蠢。老陈头说完，又扭头对着向红说道：向红，你不许锁门，让你大哥进去，听见没有？陈向东并不关心他爸的伤势，只反驳老陈头说的话。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说到车，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，只花了9万多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。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，5万多就能买奔驰、宝马、比亚迪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。爸，我可不蠢，我跟你一样呢。谁跟你一样？你自己那个蠢样可别带上我，我在帮你说话呢，你捣什么乱？老陈头说完又冲着夏老太发火。你这些日子做的那些事情，我可以不和你计较，但是让大儿子去当上门女婿这种大事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去医院，
直接瘫痪在家算了。哼，我这么说，老婆子应该怕了吧？毕竟我要是瘫痪了，家里的大头收入就没有了。夏老太听了老陈头的话，直接甩了他一个耳巴子。你说什么？不想去医院是吧？那你别去，要是真瘫了，看你的好大儿会不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你。反正老娘是绝对不会管你的。今天谁要是放老大一家进屋，谁就给我滚出去。夏老太说完转身走了，老陈头被吓得不敢造次。老陈头在医院待了几天，医生说他伤到软骨组织，要他好好卧床休养。都是一些白眼狼，没一个靠得住的。正说着，夏老太带着向红来了，给你带了红烧肉饭，你吃不吃？老大那个没良心的，见我受伤了，躲着不见人。老二把我送到医院也走了，老三更没良心，打了转就跑得无影无踪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你不是总说儿子是用来养老的，怎么这回靠不住了？这次确实多亏了向红，又给我送饭，又陪着我。所以说做父母的别偏心，不管儿子女儿，有孝心才好。以前老陈头不信这话，总以为女儿是别人家的，所以不把女儿当回事。你怎么不理我？我不是给你带肉过来了，你还想干嘛？就你那神神叨叨的说个不停，也不嫌累。你看看你自己，风风光光活了大半辈子，现在受伤了，除了我跟向红，谁还担心你？所以我也觉得他们没良心啊。所以你还是把工资放我这里最好。向红的工作你也给留意一下。向红不是要去海市上班？向红从小到大，你为他做过什么？反而你几个儿子还有弟弟，有事就你出头，帮他们求爷爷告奶奶，为他们操那么多心，最后进医院了，你弟弟一家面都没露过。老陈头被说的无言以对，这老婆子嘴就是毒，每句话都扎在我心口上。下午夏老太喊了几个大院的小伙，帮他把老陈头弄回家里去，就去上班了。关键时刻，3个儿子没有一个顶用。陈向北饭点才回家，见到他们还嚷嚷着。陈向红趁着夏老太没注意，扔给他一个中午没吃完的红薯。姐，你走了我该怎么办？妈变了，你去海市了，以后谁管我的死活？妈就是嘴硬心软，她哪能不管你啊？你怎么看不明白啊？妈现在对我们3个儿子一点情分都不讲的，大哥的事还历历在目呢，谁敢惹他啊？妈就是对大哥生气而已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姐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都回家这些天了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咱妈嘴硬心更硬，恶毒啊！你别对妈带有偏见啊，妈真的可好了。陈向红可不信，他妈在医院为他考虑了可多了，哪里是那种恶毒的母亲。陈向北觉得跟他姐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他姐就是个木头脑袋，撇撇嘴就去睡觉了。1周后，老陈头下班刚出单位大门，就看到他家老大一脸憔悴的等在旁边。老陈头看到离他最近的徒弟道：“你过来一下。”师傅，怎么了？等会你跟我一起下班，我在你身后，你帮我挡一下。为什么啊？难道师傅你有什么不能让师母知道的人在外头找你？女人？你想什么呢？你师傅我是这种人吗？那你看起来这么心虚啊，看起来也怪怪的。家里有些小矛盾，我暂时不想让我家老大找到我，行不行？小徒弟走在前面，老陈头躲在他身后，鬼鬼祟祟出了门，刚踏出一步就被陈向东发现。爸，老陈头不想听老大那些装可怜的话，他受伤了不见他来看，他伤好了倒是马不停蹄找上门了，单位这么多人只好无奈的停下来。爸，你躲什么？家里也有人等着呢。这老大倒是把心眼全用在自家人身上了，这边他来堵，家里再安排人等，两面夹击，谁都逃不掉，说不定我家老婆子厂里也有人等着呢。他猜的没错，夏老太刚出门就被江芳如叫住了。这黑心眼的，我才不跑呢！反正我是绝对不会让老大一家回来的，那一家子就是吸血鬼。老两口分别被人跟着回来，到家的时候，家里还有等着他们的大儿媳。不知道亲家母过来是有什么事？江芳如像是难以开口，最后不得不开口的样子。向东妈，我们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好的，向东一家子在我们家也不像样子，我们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应该住回他们自己家里的好。对，你们家就是他们自己家，之前你也说了，愿意接受他们当上门女婿的，以后他就是了。江芳如尴尬了一下，这死老太婆，我就真不信她会把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送给别人家。夏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总说这样伤感情的话，向东心里也难受。之前我有错，我给你道个歉，你就别生我的气了，也别生2个孩子的气。我真没生气，老陈估计也没生气，是吧，老陈？文姨妈，我们真没生气，那天在你家说的话也不是冲动说的，这孩子自己愿意做你们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们也只能同意，我们家全票通过，没人反对，是吧，老三？陈向北一脸懵，对，没人反对。妈，当初向东说的话都是我怂恿的，你们要怪就怪我，他可是你们的亲儿子，心也是向着你们的。一旁的江芳如也赶紧帮腔。是啊，向东可是个孝顺孩子，这几天住我们家，茶饭不思，都瘦了1圈。爸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打我骂我都行，就让我回来吧。3人正说着好话，老猪头也赶了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亲家，加了会班这才赶到。亲家，没什么事你们就回去吧，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。向东的事，
我说得很清楚了，以后老大两口子也就逢年过节来走动一下，当然了，不来也没关系，反正他以后就是住家人，你们看着办。妈，你一定要这么对我？切，我现在看到你们一家心烦。向东妈，你这话说的也太无情无义了，孩子不过是犯了点小错，你们就不要这个儿子了，不要太离谱。这孩子跟我们家没缘分。江芳如这下急了，亲家母，向东做错了事，你在家教育就行了，把他推给我们，这算哪门子事？之前我对他打也打了，他们还是一副听不懂的样子，把我下月额当成钱袋子，当成保姆，我可吃不消这样的做派，不如去你家，反正你也喜欢。随后夏老太又看着陈向东，老二老三都知道改变，就你蠢出天了，还觉得自己亲妈好欺负，两口子就逮着我可尽欺负了。妈，我没有。我不想听，你们赶紧滚。大哥，你是真的很过分。你是个孝顺孩子，可惜没孝顺在自己亲爹妈身上。老柱头和江芳如见下老太铁了心，也很生气。既然做了上门女婿，那保人的户口也迁到我们家，请便。陈向东，你还不走？你爸妈都不要你了，除了我家，你还能去哪？在祝家待了几天，祝文英发现他妈真的变了。妈，我怀着孩子呢，你先洗碗行不行？在家里白吃白喝，事也不做，怎么的？来家里做姑奶奶了？妈，我和向东都交了钱的。你们打发要饭的呢？谁家交家用就交那么点？既然现在向东是我们祝家人，那就上交所有工资。祝文英大吃一惊，你这也太狠了！那我弟有没有交钱？你出嫁前我也没让你交，你弟弟还没结婚，当然不用上交了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拿我们的钱去补贴我弟？你什么意思？一个出嫁的女儿还带着男人孩子回来白吃白喝，补贴你弟不应该吗？我们被赶出来还不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在背后撺掇，我怎么敢这么做？我可没教你打婆婆，谁家儿媳妇这么大胆？你问问你弟弟，以后他老婆敢打我吗？一旁的祝文飞突然出声：谁像陈向东那个没用的，谁敢打我妈？我跟他拼命！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们？你别乱说，我们沾你什么好处了？你们要是不上交工资，全部滚蛋！我凭什么滚蛋？我是祝家人。江芳如冷笑一声：别跟我耍无赖，到时候我直接换锁。你要真这么干，也别怪我无情。到时候我弟看上一个姑娘，我就搅黄一个。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疼！这是你自找的，谁让你想害我讨不到老婆？祝文飞对他姐本来就不爽，上次要不是因为祝文英，他早就和于雪结婚了。文英，你也别怪你弟，上次你就害他不浅，谁家姐姐嫁出去了，还像个搅家精一样。两人还在怨祝文英，丝毫没注意到他已经晕厥过去。祝文飞见状，顿时慌了。妈，你来看看他，不会嘎了吧？这死丫头，不会害文飞蹲局子吧？晦气！妈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时候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气不过就动手了。江芳如也慌了，恰好这时老柱头走了进来，看见这一幕也心里一惊。听着文飞，我们送你姐去医院，你去厂里叫你姐夫，就说你姐是自己摔的，跟咱们没关系，到时候你姐醒了说是你推的，你就不承认，这样行吗？家里就我和你妈看见，没人知道的。陈向东听到消息后连忙赶到医院，祝文英正一脸苍白地躺在床上。爸妈，文英怎么样了？孩子没保住。陈向东脑子嗡嗡的，莫名其妙失去了一个孩子。江芳如也心虚得很，刚刚垫的钱也不好意思开口要。妈，宝源呢？老天爷，我把他忘记放家里了，刚刚太混乱了，让文飞回去吧，正好看着宝源。我刚刚只担心我儿子会不会摊上大事，哪里还顾得上一个外孙，又不是自己的亲孙子。文飞，你姐现在没事了，你就先回去洗个澡吧。老柱头也赶紧帮腔。是啊，文飞，刚刚你姐受了伤，你都急哭了，正好回去平复一下心情。文飞，你听爸妈的话，回去吧，你姐这里有我呢。祝文飞听了这话，才转身走了。祝文英到了下午才醒来。向东，我们的孩子呢？孩子没有了。怎么可能？他还有几个月就要出来了，我不信。我们还会有孩子的，你不要难过。祝文英十分愤怒，指着自己亲妈。江芳如却率先开口：文英，都怪妈没照顾好你，你别生气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。向东，你出去给我买点粥喝，我饿了。陈向东立马就被支走。妈，你要是不想我把真相说出来，你就给我5000。你狮子大开口啊你，让你要点赔偿，不是让你吸干我们的血。那你也可以不同意。这个杀千刀的，要不是老头回去的时候吩咐过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平息这件事，我真想打嘎他。文英啊，这次是你弟弟的错，可是你弟弟也不是故意的。杀人犯10个有9个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他可是你亲弟弟，再说也不是我们不赔，是你要的太多。家里可是3个人挣钱，妈你别跟我哭穷。你弟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天天在外面胡吃海喝，根本存不住钱。那你想给多少？江芳如在心里算计了一下，最多1000。
你要是不想我把真相说出来，就给我5000封口费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最多给你1000。没想到以前爸妈总说最疼我，这次我被弟弟打流产了，人也差点没了，对我没有一句关心，都是在给弟弟开脱，只愿意出1000块给我，却愿意用所有身家给祝文飞娶副厂长的女儿。此时祝文英看到陈向东回来，大哭起来。向东，我们的孩子是被祝文飞这个畜生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向东，你别听文英瞎说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的。陈向东震惊的差点摔了热水瓶。江方如还想着给祝文飞掩饰，陈向东一句话都听不进去，怒气冲冲回祝家，他要去嘎了祝文飞。另一边，祝文飞从医院回家后，听大外甥哭哑了的声音也不管，直到老猪头回来，看到宝元坐在地上哭。宝元啊，爷爷哄哄，不哭了。老猪头前几日把他名字改了，以后叫祝宝元了。我要妈妈、外公。老猪头一听外公就不去报了，叫爷爷宝元。不是爷爷，是外公。宝元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陈宝元，你是外公。这孩子就是他们老陈家的种，跟他们家就亲不起来的。老猪头脸一沉，不哄了，哭死他算了。直到看到愤怒的陈向东手上拿着刀出现在他面前。向东啊，你！陈向东大叫着。祝文飞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爸爸。看着元宝声音哑哑的，眼睛红红的，估计到现在都没睡觉，心里越发愤怒。陈向东把孩子抱起来放在旁边。向东，不能拿刀，不能拿刀啊！祝文飞在屋里瑟瑟发抖，被吓坏了。姐夫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姐夫你冷静啊，你给我开门，你姐到底怎么你了？你要这么害她，害我们？祝文飞现在是真不敢开门，他怕陈向东真的会嘎了他。你要是再不开门，我就去报公安。老猪头一听要报公安，让他儿子蹲橘子，突然发了狠，朝着陈向东大骂。你想害谁？被你亲妈赶出来了，还想来害我们家吗？你亲妈不要你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不懂得感恩的白眼狼。要不是你们不要脸，自己家里待不住，非要跑我们家里来，也能有今天的事吗？要不是当初你老婆天天撺掇文英，我们能这样吗？你别一副救世主的样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善人。当初说好1分不要，让我做上门女婿的，现在天天追在我们屁股后头要钱，火也推我们2个头上。现在文英刚没了孩子，人也差点没救过来，你们只想着给儿子脱罪，那文英呢？她不也是你们的亲女儿？你现在跟我讲亲情，你自己亲妈难道不是你亲妈吗？你又是怎么对她的？谁都能跟我讲这个，但是你配吗？是，我不配，我是不配做他们的孩子。那你呢？配做一个父亲吗？你是不是真的要把文飞送去蹲橘子，和我们撕破脸？这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你们敢搬出去吗？你亲妈能要你吗？孩子有人带吗？工作还想要吗？我告诉你，陈向东，你要是敢让我儿子坐牢，我让你一家子都不得安宁。你跟我讲跟文英的父女情，女儿能跟儿子比吗？外孙能跟亲孙子比吗？你让我没儿子送终，我也会让你们陈家没儿子送终的。见陈向东举着菜刀犹豫不决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是个没主见、耳根子又软的人。他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这是最坏的结果，他也不想儿子真的被抓走了。于是他放软声音又说道：向东啊，爸也不想这样的，文飞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们要什么补偿尽管说，咱们一家和和美美的不好吗？以后啊，我和文英妈一定把你们照顾得妥妥当当，把宝元当成亲孙子养。见他还是不说话，但是表情明显松动了很多，他再接再厉。向东，要不然你跟文英再商量商量，这事你们想怎么解决？小两口总要通个气啊，是不是？你们陈家那边已经不管你们了，我们就是你们最亲的亲人了，遇到事就各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啊！陈向东放下来菜刀，抱起儿子又狂奔出去了。背后的老猪头松了一口气，他儿子的狗命暂时保住了。妈，你别劝我了，我就要祝文飞遭报应。那是你弟啊，小时候还帮你打架，你怎么就这么狠毒？他什么时候帮我打架了？那是他自己嘴巴馋，抢别人的东西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是亲姐弟，如果你真要怪，就怪我吧，我还踢了你几脚，说不定是我给你踢流产的。当妈的心怎么可以偏成这个样子？好像我不是他亲生的一样。妈，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，你歇着吧。江方如还想动手，正好陈向东抱着宝元来了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江方如听见声音愣了一下。你回来了，那文飞呢？你怎么把宝元抱来了？医院这地方是他一个小孩子能来的吗？那我也不敢留他一个人在家。祝文英故意阴阳怪气地说。这倒是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丧心病狂到对一个小孩子下手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要真怕，还让我带这么久？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，我才不会让你带呢。江方如气的老脸扭曲，直接出去了。向东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爸不但护着祝文飞，还威胁我们一家没好果子吃。这样看来，只能把你妈请来了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就我们2个，他们把我们欺负成什么样了？再说你妈不来，
就算谈好的赔偿都不一定拿得到，但是你妈来了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肯定能赢。陈向东感觉他媳妇好像聪明很多了，但是我妈不知道会不会来啊。你妈是把我们赶出来了，又不是断绝了母子关系，你现在做上门女婿吃大亏了，她还能不帮你？第二天，陈向东就去厂里找下老太，害怕亲妈不帮忙，还叫上亲爹老陈头一起。到底什么事？不是人命关天的事，能不能别找我？妈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你不知道主家人有多恶毒。夏老太冷笑，有时候你也恶毒的不像个人。妈，这回还真是人命关天的事，文英被他们祝家人打流产了。夏老太听后并没多大反应，祝家本来就是狼窝。老婆子，你就心疼一下老大吧，毕竟是我们养大的儿子，你能看着他吃这么大亏？妈，只要你肯帮我，事后我给你200辛苦费。你什么时候给钱？这是亲妈妈，真是见钱眼开啊。没一会儿，夏老太3人就到了医院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说不管陈向东了吗？现在陈向东可是我们祝家人，我是让他做上门女婿，又不是卖给你家了。黑心地主都还允许家人探望呢，怎么你还不让娘家人上门了？你别乱给人扣帽子，我可没说这个话。我现在就是来看看我儿子被你管得怎么样，第2个孙子怎么就没了？什么你孙子？那是我祝家的孙子，别忘了他们都姓祝。无所谓啊，那就算我外孙好了，以后叫我外婆也行。那我请问，我第2个外孙呢？我一不小心把孩子弄没了，你想把我怎么样吧？一旁的陈向东急了，妈，是祝文飞打流产的。向东，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，就这么容不下文飞？行了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你家祝文飞结婚了，你这个做奶奶的会不会不小心流掉你亲孙子？敢咒我孙子，你还敢直接杀你孙子呢？反正这事跟我家文飞没关系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反正我也不是公安，没这么大本事从你嘴里撬出真相。不过啊，公安在路上了，很快我们就知道真相了，他们是有真本事的人。江芳如一惊，这死老太婆真够狠的，还没来医院竟然就叫了公安。陈向东一脸懵，不知道他妈是真报警了还是唬人的。我们还是姻亲呢，你就做得这么绝，真要跟我们断关系不成？我也不想断啊，毕竟我儿子在你手下讨生活呢。真要断关系了，以后你要是做个恶婆婆搓磨我儿子怎么办？毕竟是我亲生的，我这心里啊也是常记挂着呢。陈向东有些感动，经历这么多事，他以为他妈真不要他了，原来他妈真的是担心他，不是为了钱的呀。向东妈，文英这事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她现在这样我也伤心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看她受苦我心里也难受的整晚睡不着呢。你跟我直接说吧，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？这种家务事还是不要麻烦公安了吧。夏老太笑了下，行，那咱们谈。首先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谁害的他？江芳如的嗓子像是被毒哑了，不敢说实话，怕家老太一家坐地起价，坏了老猪头的计划。老大，错，我们去看看公安到了没。江芳如一惊，连忙开口，向东妈，我们还没商量好，不用急着出去吧。夏老太一退为进，不用商量了，也不知道你要考虑多久，我懒得等了，你们有什么话跟公安同志说就行了。江芳如显得很是为难。向东妈，你等我一会，我把我家老祝喊来，毕竟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一个女人哪里做得了主的。夏老太示意拦住了江芳如。怎么，听到公安来了，你才知道急了，准备去找老祝对口供啊？这时候这死孩子倒是跟陈家一条心了，之前天天在他面前骂自己亲爹妈那些话怎么不说了？果然就跟这个死老太婆说的一样，他就不是个好的。那能啊，就是让他过来商量商量。祝文英在一旁恨恨地说，妈，我爸说文飞进去了就要把我跟向东弄死，亲女儿哪有儿子重要，亲外孙哪有孙子重要，我是真怕啊，就算我不怕死，我也怕我家宝元出事啊。你也别瞪我好好一个孩子就这么被亲弟弟打没了，亲爸妈还说不让我们这个小家过安稳日子，我哪里还敢信你们啊？那你倒是滚出去啊，天天在我家碍什么眼？文英啊，你到底要妈怎么做啊？给我5000块，这事我们就不追究了。老大一家果然黑心啊，幸好赶出去了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万元户都是能上报纸的程度，就算他们家这么多工人，哪怕算上老大一家的工资全部加起来，5000块钱不吃不喝都要攒10几年。夏老太偷偷地问陈向东，5000块钱就算把老祝家所有人卖了都拿不出来吧？妈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家之前为了娶副厂长的女儿，就之前你见过的那个于雪，准备了500块当彩礼，剩下的全部都去买大件和好东西了，里面也有一部分还是我跟文英贡献的。文英其实是想分家，让祝家将其中一间独立房给我们住。夏老太睁大了眼睛，这两个蠢蛋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呢！江芳如会跟你们拼命吧？这就要靠妈了，我跟文英还没跟她说过这个打算呢，这不是想先用5000块吓唬一下他们吗？夏老太这时候真的要对他们两个另眼相待了，她眼珠子一转，突然大声说道：向东，还不去厂里喊老祝，还有文飞，一家人的事总要商量一下的，如果实在商量不了，还是找公安好了。毕竟是分家这种大事，确实不是江芳如一个人能做主的。陈向东很快又跑出去，把祝家那群人都弄了过来，
病房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。老祝啊，虽然我们两家有点矛盾，可这种出人命的大事还是头一次。我身为向东的嘛，应该还是有资格站在这里的吧？这是自然。不知道向东爸妈，你们想怎么谈？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想跟女婿谈了，可是他情绪实在太激动，所以我也冲动说了几句狠话。要是向东还在记恨我，那我跟他先道个歉。爸，你当时冲动说了要让我们不好过的话，不会是你真心话吧？老猪头立刻否认，当然不是了。文英，你是我女儿，我肯定是希望你好的。那如果我跟我弟只能有一个人好呢？我和文飞之间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怎么女人都爱问这种蠢问题？当然是让儿子好啊，女儿怎么能跟儿子比呢？老猪头只好违心道：选你，肯定选你，你是爸第一个孩子，分量自然不同的。祝文英根本不信，大叫道：我不信！不信你问个锤子拉问。老祝，不是我说你，哪有做父母的威胁要让孩子不安宁的？像我对老大他们失望了，也没说对他们喊打喊杀的啊！你这个威胁，连我都觉得害怕，更别说向东两口子了。这次的事情走正常流程，你家文飞就是要进去的程度，他要是真进去了，怎么你还真想玩意的往死里搞他们？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连扫盲班都没上过的人都比你心好，你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，配做一个工人吗？夏老太见老猪头没说，继续说：你太让人害怕了，我不放心他们跟你一起住，更不放心把宝源交到你们手上教养。江芳如心中一喜，这死老太婆是改变主意要把这一家子都带回家了，那可太好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多出500块钱赔偿我都愿意。江芳如装腔作势地说：向东妈，我承认你比我会照顾人，文英这样子你不放心也是应该的。那我今天就把他们的东西让人拉回你们家，本来你们就是一家人啊，住在我们这里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多找几个人帮忙，大不了钱我来出。夏老太瞥了一眼他，当然不是了，户口都上你家了，还回我那干什么？你这人比你家老祝更让人害怕，你们是没有良心的吗？江芳如听到拒绝的话后，如坠冰窟。你刚刚都快笑出声来了吧？江芳如，你看看你身后的亲生女儿，她也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又跟你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她现在最虚弱的时候，你就因为可以把人从自己家里赶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笑出声来，你想过她吗？老祝这人我已经看透了，他就是个老畜生，你儿子就是个小畜生，但是你比他们更畜生。怎么，你家女儿不是人吗？你用得着这么喜形于色吗？她在你心里比不上儿子，所以她就不是你的孩子了吗？祝文飞一直忍耐着，可听到畜生2个字就要应激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谁是畜生？你才是畜生！要不是你把你儿子赶出来，祝文英也不会出事，你们全家才是畜生呢。我们陈家再坏，也没有一个人会把孕妇打流产。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，你还要提醒我几遍？提醒你能记住自己就是个畜生为止。祝文飞怒气冲冲挥拳过去，老陈头见祝文飞如此嚣张，就给祝文飞一脚。夏老太见祝文飞不站立还这么嚣张，对着老祝头一家人愤怒的道：你们家儿子就是个杀人犯，太可怕了，这一言不合就动手啊！我不跟你们废话了，等会他又要冲过来打人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按文英说的赔，不然就送你儿子去劳改。老祝头硬声硬气的，你就算把我们全家都送进去，我们也拿不出来。那就给我2000，我还要分家。夏老太附和道：没错，必须分家，再跟你们家那个杀人犯住在一起，谁知道下次是不是会有人通知我给他们收尸啊？婆婆是在诅咒我们吧？只有1000，多的没有。不行，2000，我们再给你加200。祝文英想要一间房，眼珠子一转，那可以，但是你们要把祝文飞那间房子分给我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爸，那你就别怪我不讲亲情了，等回警察来了，你们和警察说吧，祝文飞就准备蹲局子吧。老祝头一听慌了神，祝文飞不想蹲局子，于是焦急地开口：爸，我愿意，你答应他吧。在一番讨价还价后，老祝头见他们再也不肯让步，打骂了几句后同意了，于是他们达成了协议，给1200，再把祝文飞那间屋子给他们。老祝头此时悔得肠仔都青了，早知道不赌气让他们改户口了，这回真的亏大了。特别是他发现公安根本没有过来的时候，更是差点气晕。婆子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老大？他们分家后，我们都没去过呢。我算是发现了，你这人短子真是贱得慌。我今天懒得打你了，你要是去了，下个月5块钱零用钱我就扣下了。凭什么？我就是去看儿子，又不是去犯错的，凭什么扣我钱？我发现你现在也太专制了，一点都不民主。你就是法西斯。骂完了，老陈头其实还想骂的，但看到夏老太的神情，他真没胆子继续说了。你既然这么想念他，要不你也分出去跟他们一起过算了，但是你的工资都得归我。你都要跟我分家了，凭什么我还要给你钱？我不但不给你钱，我还要去找别的老伴，让他舒舒服服伺候我。你当谁都跟你似的，
每天不是打这个就是骂那个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应该反思反思，你对我、对咱们这个家都犯了什么大错了？就在夏老太要动手的紧急时刻，陈向北走了进来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你先滚回房间。陈向北见到老陈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妈要大发神威了，于是立刻低着头跑了。我不贤惠吗？你很后悔娶我，那你想娶谁啊？是之前那个黄寡妇吗？老陈头被问得头皮发麻，立马口风一转，娶妻娶贤，我娶到像你这么贤惠的老婆，真是用光了我所有的好运气了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什么黄寡妇不黄寡妇的，她哪有你好啊？在夏老太的怒火下，老陈头什么恶心话都说得出来。你是我的好老婆，是我们老陈家的长媳，你要是不好，别人就更差了。我们不跟那种人比，他们哪里配跟你比啊？是吗？肯定是啊。老婆子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今天中午我去买个梅菜扣肉回来，咱们家也很久没吃了。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了，是不是？老陈头说完，脚底抹油，直接跑了。中午吃过饭，陈向南从海市回来了。妈，我去向红工作的地方看了，一切都挺好的。向红还让你不用担心，他会照顾好自己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妈这也太冷血无情了，用完人就准备赶走。听说这段日子大哥一家闹得鸡飞狗跳。老陈头闻言黑着脸，你妈就是个无情无义的女人。爸，你少说两句，要是大哥他们还在咱们家，以妈的性格，你以为有这么太平的日子过？我听说我们大院其他几户人家都不安宁，以后居委会是不是要给我们颁个奖？什么奖？反目之家。你滚吧。下午夏老太买菜回来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前面站着一对男女，男的还有些眼熟。对，这不是我家老二吗？他身边的女人是谁？怎么还抱着一个孩子？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向南哥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给你生了儿子，你都没来找我，你老婆都死了那么久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娶我？陈向南大吃一惊，他竟然有儿子了。我想去你家找你，但我不敢进去，只能每天到处晃悠，就为了儿子能见到他的亲生父亲。你看看他，多像你啊！陈向南那么想要一个儿子，他肯定想也不想就会接受吧？可他看起来怎么不高兴？向南哥，你是不是怪我没跟你说一声就走了？世道艰难，我是真的没办法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别怪儿子。来了来了，上辈子我的便宜孙子来了。不过老二怎么看着不开心？难不成是长脑子了？你确定这个孩子是我的？赵慧心虚了一下，她其实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反正能唬一个是一个。向南哥，你竟然不相信我，不相信这是你的亲生孩子？我只跟过你一个男人，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？反正那天陈向南喝醉了，也分辨不出来我是不是黄花大闺女。你觉得孩子像我吗？他耳朵小眼睛大，你和我的耳朵可都不小啊。他像我亲吗？孩子像外婆是正常的。我去过你老家。赵慧听到这话急了，随后又可怜巴巴地看着陈向南。向南哥，我男人根本不能生，我来城里以后就只跟过你啊。我去你老家的时候，你跟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在吵架，你们一家跟他吵成一团。赵慧愣住了，事情怎么这么巧？这让他还怎么憋下去？没出息的男人，难怪被你老婆戴了有颜色的帽子，又被我戴了有颜色的帽子，活该你戴帽子，蠢货！算了，反正你之前也给了我不少营养费，我还是谢谢你。说完，赵慧就带着孩子跑了，正好碰到了夏老太。啊，这里怎么还有人啊？夏老太拎着鱼走出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遇见自己的亲儿子被戴帽子，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了吧？老二，今晚吃鱼哈，这个鱼又大又新鲜，正好咱们都补补身体，补补脑。陈向南觉得很难看，转身就要离开。老二，你先别走啊，等等我。妈，你再这么说，我是真的会生气的。绿都被绿了，你别说生气了，升天都没用。哼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出来帮我？你之前每次有事都是我帮你的。夏老太觉得老二是真气疯了，说的话像个小孩子。行行行，下次我出来帮你，行了吧？算了吧，你还是躲着看热闹吧。怎么？他说孩子是我跟他生的啊？妈，你能不能别说他了？好好好，不说了，我也不会告诉其他人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说你大妹的大女儿要嫁出去了，让我们提前过去。是啊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，要不我们今晚就赶过去。我不去，这么早去干嘛？别不是又让我去干活的吧？老陈头瞪着眼睛，怎么会？大妹又不是我二弟那个媳妇，她不是这样的人。既然不干活，那就婚礼当天去啊。那丫头大早上的就要出嫁的，我们赶不过去啊，到时候迟到了多难看。夏老太一想到老陈头这几个亲戚，就一阵头大，她有些想逃避。妈，你去了那边，
谁要是让你不舒服了，你就打耳刮子扇他们。怕什么？你有3个儿子，谁还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动你一根头发吗？夏老太发现老二说的很有道理，总要对上的，早去晚去都一样，最好是婚礼前1天就把他们全打一遍，出一口恶气。老二，你通知一下老大一家。陈向南点头应下。老三去哪了？一天天的不着家，不是说他们学校停课了吗？他在家也没事干了，男孩子出去跑跑也挺好的，天天待在家里做什么？难不成想做个姑娘啊？我是怕他出去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到时候麻烦不断。他想起老三上辈子跟人家打架，砸人家门窗，还偷东西，最后被抓进去了，还是他到处求人拿积蓄赔偿，人家才愿意和解的，不然这孩子就是个劳改犯呢。不可能，老三虽然不着调，但是总不至于犯罪吧？他现在怕你怕成那样，说他出去违法，我是不信的。反正他要是在外头违法了，我就把他也分出去，人家要是不肯罢休，就让他去农场劳改，反正我是不会管他的。下午陈向北鼻青眼肿的回了家，一看到陈向南，他再也忍不住委屈，大声哭了起来。哥，我偷了自家的红薯给我那些兄弟吃，他们非但说我小气，还揍了我一顿。你说妈会不会相信有外面的小偷进来，偷走了咱们家的红薯？傻子都不信，咱妈更不可能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还小，我不想死啊。你偷东西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呢？那我也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啊。快饿死的人没力气把你打成这样。陈向北一阵无语。我看你就老老实实跟妈认个错，然后被妈打一顿，大不了后面再受点累让你干活抵债什么的，估计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二哥，你要帮我啊。我会帮你说话的，谁让你是我亲弟弟呢？晚上一家人吃过饭，陈向北倒了杯热水给夏老太。妈，喝杯热水暖暖身子。老三，你最近也机灵了。夏老太接过热水，心里有点欣慰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呗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咱家红薯跟白菜被人抢了。这个说法妙啊。夏老太重重放下水杯，发出了一声巨响。被谁抢了？怎么抢的？谁敢抢到我头上来了？反正就是被抢了。夏老太站起来，揪住陈向北的耳朵。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明白，我就去报案。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小贼，竟偷到我夏月娥头上来了。是我那些朋友。你那几个朋友？所以你脸上这块淤青是他们打的？妈，你先放开我，我耳朵要掉了。我怎么就生出了你这么个儿子？被人打了一顿不说，东西还被抢了，你图什么啊？以前他们对我可好了，我把他们当兄弟的。夏老太指着陈向南说道。你自己亲兄弟在这里也没见你多上心，你反而对你外头才认识多久的人掏心掏肺去了。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错，去他们家里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男人能把你忽悠成这样。我不去，太丢人了。你被抢东西的时候不丢人，被他们一群人群殴的时候不丢人，现在我替你去要说法，你倒是觉得丢人了。妈，你直接打我一顿吧，我真的不想去，我跟你发誓，以后都不见他们了。老娘管你见不见他们，反正我的红薯白菜的回来，你现在就上门去要不回来我跟你没完。陈向北开始耍无赖。我不去，有本事你把我嘎了吧，你今天就算是弄嘎我，我也不可能去的。陈向北挨了重重的一个耳光，还是不服气的继续说道。妈，我都说了下次不会了，红薯又花不了你们多少钱，你现在这样出去找人要，以后我怎么做人啊？你不知道他们真的很可怜，每一顿都吃不饱，他们是我朋友啊，我不能看着他们就这么饿死吧。夏老太听完这段话，下意识看了眼老陈头，这个脑回路跟老陈头之前帮黄寡妇的时候想的东西何其相似。赶紧去把东西要回来，要不回来你妈不跟你动手，我也要跟你动手了。你是知道我的手筋的。我不去。听到这个叛逆的话，老陈头起身把夏老太拉到一边，就准备动手。爸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赚钱了吗？你拿着我们赚的钱买的东西去给别人抢，最后还被他们打了。你二哥给你上药的医药费还是我们出的钱，你跟你妈叫嚷什么？你有这个底气吗？陈向北被打得嗷嗷乱叫。我以后赚钱会还你们的，你们不能打我，就当是我跟你们借的。那就等你赚到钱再说，你现在都靠我们养着呢，你还敢偷东西养别人？如果你偷别人家的东西被抓了，你以为只挨顿打吗？人家不会因为你还在上学就放过你的，早报案给你抓进去了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，我要是被抓进去了，你们肯定就放弃我了，你们就是最狠心的父母，你们把大哥一家子踢出去了，现在还想把我打嘎，省得你们以后为我操心是不是？陈向北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生气。既然这样，那我还不如现在就去死，省得你们还要多养我几年。老陈头这下打不下手了，有些不知所措的看着夏老太。先别哭了，擦擦吧。陈向北以为自己胜利了，昂着脑袋不肯接，他就是要让爸妈知道，他跟几个哥哥不一样，他是不会屈服的，他是有血性有骨气的男子汉。
哭完了吧？现在可以跟我说说，到底是谁抢了我的红薯了吧？再晚人家说不定都吃完了，那就该赔钱了。陈向北震惊地看着夏老太，他都这么可怜了，他妈还要去讨回来。你刚刚说他们几个家里穷，所以我们更要早点去把东西拿回来，总不能因为他们穷，被抢走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吧？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妈，你不说，那我去问大河了，嘴这么硬，等会就给你缝上。他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恐怖的话。陈向北觉得他妈真干得出这个事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陈向北哭着招了，老头子，你现在就带着老三去这几户人家要东西，拿不出来的都让他们用钱赔，不给的卖惨的以及无理取闹的，你就直接报案，说他们偷东西。我下月额的东西可不是这么好拿的。不好了，我爸和老三被他们抓花脸了。说说看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刚去第一家，那家人除了老三朋友外，其他全是女的。一听我们是来要东西的，开门就打我们，说我们欺负他们女人。他们是女人，我们又不好动手，所以我就先跑回来了。所以你没去报案？妈，他们只是抢了老三红薯，还没其他人看见。红薯价值不高，再加上没证据，人家公安怎么受理啊？那你现在想叫我去，是准备让我出手跟他们打架？陈向南的。那好男不跟女斗啊，我们三个男的跟老娘们打起来了，这不是让人笑话吗？但是妈你就不一样了，你要是冲过去了，我们就在后面跟着你冲，就说是看不得他们以多欺少，是来帮你的啊。帮我？这事是我惹的。陈向南狗腿一笑，是你帮我们，我们没用，到时候就罚老三去。我不去，我说了，谁惹的谁去，老三就是跟你们爸学的，就让你爸去解决，他要是解决不了，我就把他们全收拾了，什么都要我出头。你爸除了赚点钱还有什么用？做人家爹的两手一摊，什么都不用管。陈向南心里暗暗为他们祈祷，但想到老爹的工资，他还是尽力劝着夏老太。妈，总要循序渐进啊，我爸他比以前好了不少了吧？这回的事他没经验，等你大发神威之后，我们都学学，以后有经验了就好处理啊。你看我去了一趟海市，满心满眼记挂着家里，买东西也想着家里人，要是以前我哪里想得到这些啊？这些可都是妈你的功劳啊！在老二一番忽悠下，夏老太还是点头答应了。老陈头一见到夏老太，就仿佛自己的主心骨来了。老婆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夏老太白了他一眼，这两个男人真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土匪罗远，你偷了我们家半袋子的红薯和白菜，什么时候还？你们家活不起了，这种东西都要来偷？你以前是吃屎长大的啊，没见过红薯吗？该死的老太婆，你再骂一句，看我不弄嘎你！哟，拿着根破棍子吓唬谁呢？你们这一家，儿子当抢劫犯，做娘的当杀人犯，一脉相承啊！来啊，往我头上打，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我儿子又孝顺又聪明，跟你家那几个窝囊废男人可不一样。我要是有这样的男人和儿子，早就不敢出来见人了。你说我儿子抢东西了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没证据就是污蔑，就算闹到公安那里，也是我有理，我还要去告你呢。还又孝顺又聪明，真孝顺真聪明就不会到处抢人家东西吃了。放屁！你这个老太太嘴巴还是鸡点的好，别到时候因为嘴巴坏惹了麻烦。我有理有据来讨要我们家被抢走的东西，我能惹什么麻烦？除非你这人怀恨在心，准备弄搞我。瞧瞧你这根大棍子，上面不会已经沾过血了吧？哎呀，那可真吓人了！你们家是正经人家吗？别不是呢。夏老太不说了，免得真背上一个造谣的名头。你先说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儿子偷红薯了？这时候，陈向南带着公安走了过来。公安同志，就是他偷了我们家的红薯，你们可不能因为不是贵重东西而不管这个事啊！同志，你放心，人民群众再小的事也是我们的大事，请先跟我们讲一下事情的经过。老三，你来说。陈向北果然就是个窝囊废，说了半天才说清楚事情经过，夏老太都觉得没眼看。之前他在家里还挺大声，挺有种的，结果遇到正事就这死出，就是个窝里横。公安同志，我能说几句吗？他都是乱说的啊！你说吧。明明是他自己送给我们的红薯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是我们抢的。他要不是自愿的，为什么把家里半袋子红薯费劲的搬出来啊？谁会莫名其妙搬自家的红薯给我们看啊？陈向北气的脸都红了。我本来是想送给你们的，可你们不要，非要我回家偷贵重的东西卖钱，去国营饭店吃好的，我不愿意，你们就打我，最后把我带出来的红薯抢走了。你们看看我这个脸，就是他们打的。哦对了，我反抗的时候还在他手上咬了一口。你放屁！我手上的伤跟这件事可没关系。陈向北也是个狠人，立刻往自己手上咬了一口。公安同志，你把我的手和他的手对比就知道了，肯定是一样的。我的向北可怜啊，他心善，本来想接济一下好朋友，谁知道他们贪心不足，最后不但把他打了，还抢红薯，现在还颠倒是非。公安同志可不能乱听他们的话，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。阿远，你说话。他们慌张了，
但是一时之间想不到什么理由。最后在公安同志的继续询问下，罗远还是把事情真相说了出来。哥，他要是被抓了，会不会把我供出来啊？你还干了什么好事？陈向北把他之前偷东西事情说了一遍。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此时夏老太正叫嚣着让公安同志把这些思想不端正的人抓走，甚至还让罗远也说出那些抢东西还打人的同伙是谁，态度嚣张的恨不能自己亲手握枪把他们都突突了。妈，夏老太没理他，现在正是他夏老太的高光时刻，谁说话都不好使，他要好好耍耍威风。公安同志，我跟我妈说几句话。说完，他把正在兴头上的夏老太拉到一边，悄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夏老太的脖子都要气红了，眼里的凶光快把陈向北吓得晕了过去。他有本事去偷，就有本事去自首啊！要不我把他分出去算了。夏老太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觉得老三好像也没救了，于是小声地说了出来：妈，前段时间大哥他们一家子当分出去，现在又把还在上学的老三赶走，大家背后都会议论你和我爸的。老三年纪还小，心性不定，总要再给他一个机会的。夏老太心里还是不顺，觉得有口气发不出来。妈，你要还生气，回家就往死里打他，到时候我给你找个棍子，又细又不容易断的那种，打人是最疼的，保管一次就让他长记性了。还是老二狠啊！母子俩说完话，夏老太咳嗽了一声。公安同志啊，我刚刚说的气话你们别放心上，他们是我家老三的朋友，闹了点不愉快，那些东西价值也不高，所以我也没那么狠心非要把人送进去，都还是学生呢，还是要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罗远妈一副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你真的不追究了？夏老太白了他一眼，我跟你这种人可不一样，我这人宽容和善，愿意给人机会，只要把我家的东西还回来就算了，但是你必须要跟我当众道歉，你刚刚无理取闹还骂我，我心里生气。谢天谢地，这次没见血。脏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偷东西的？二哥，你说过不会告诉妈的，你骗我。那时候那种情况，我只有说实话，妈才愿意和解啊，不然你也说了，他们可能把你拉下水的。你这个不守信用的人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我要跟你绝交。怎么，我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吗？你们一个个说的我好像很难搞一样，什么叫说实话了我才愿意和解？陈向南立刻就不管老三了，尴尬笑了下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说错话了。陈向北把红薯往地上一扔，你们才是一家人，我是个外人行了吧？我是偷东西了，那又怎么了？你们不给我零花钱，还不允许我自己去想办法？你先请，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偷东西的？去年过年前。怎么了？去年过年前，以前每年过年前，我都会给你足够的零花钱，你是去买小人书也好，是去买吃的也罢，都是绰绰有余。你说你没钱所以才去偷，那时候你就没钱了，那钱去哪了？陈向北被问住了，气急败坏地推了一下陈向南。二哥，都怪你，都是你的错。闹什么？你自己去小偷小摸的，还怪上别人了？要不是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你，要不是你前段时间变了，我才不会这样。你还说要把我分家分出去，你就是狠心，你根本不配当我妈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他怒气冲冲地继续说道：我告诉你，你就算想把我分出去，我也不会走的，我得拿走家里1/4的东西，这才叫分家。我可不像大哥那么傻。夏老太眯着眼睛，你还想分走1/4？对，我就是要分走这么多，你们还要分我一个房间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我们还欠你了。你们就是欠我了，你们给大哥二哥这么多钱，给我才多少啊？我都吃亏了。我跟你爸赚来的东西，你一个1分钱都没往家里拿过的人，凭什么分钱？我跟你爸赚的钱，想给谁就给谁，还能轮到你来指手画脚吗？陈向北这么一听，居然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这样的话，他什么都分不到，以他的年纪，在外头很容易饿死的。反正我不管，你要是想把我分出去，就要给我这么多，不然我就赖在家里。你们把我赶出去，我也会翻墙翻窗户进来的。你这是当小偷当惯了，熟练掌握这个技能了。我不是小偷。你不是小偷，你去偷东西干什么？你管不着我。此时，陈向南从外头捡了一根他之前跟夏老太说的那种打人很疼的小棍子，递给了夏老太。我管不着你，只能你盯着我和你爸的钱，不能让我管你是吧？好，我不管你，我今天就打死你算了。老二，去抓住他。陈向南指哪儿打哪儿，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而且他对陈向北刚刚责怪他的话也有些生气，立刻就把人抓住。夏老太抽了毛巾，陈向北惨叫连连，这个是真的疼。你不是人，你们都不是人。不，你什么身份啊？敢跟我妈这么讲话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
我妈是你家保姆吗？你说一句她就要给你干活啊？你怎么不照照镜子？你配不配？就算没镜子，你也有尿吧？我家向红该不会也重生了吧？怎么越来越强势了？向红，你这孩子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你妈难道没有教你怎么尊敬长辈吗？我是你姑姑，不是你的敌人，我们亲戚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忙的，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大家不都相处得很好吗？怎么这次你非要跟我犟嘴呢？你妈在旁边都没说话呢，有你一个小辈说话的份吗？真是没有家教。陈向红冷笑一声，姑姑，我现在还叫你姑姑，已经给你天大的面子了。我妈是你们的大嫂，你不恭恭敬敬伺候她，反而要她伺候三婶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？你这么多年吃的是饭还是屎啊？你怎么不叫我奶奶从棺材里爬出来给她做饭呢？你妈把你教成这个样子，果然骨子里还是那个农村人，竟然还对你去世多年的奶奶不敬。我早就说过，你妈根本配不上我大哥，他就是个从根上就臭掉的下贱人。既然他不教你，那我替他来教训你。夏老太听到这番贬低的话后，突然就直勾勾地盯着老陈头。老陈头心里一咯噔，完蛋了，收不住场了。陈梅，她是你大嫂，你是疯了吗？敢说这种话？老陈头的话再快，也快不过夏老太的手。他把手里的碗砸到了陈梅的头上。爸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要弄嘎你！我今天要弄嘎你！夏老太一个久经战场的老打架精，怎么可能怕的？像个英雄一样迎了上去。两个女人很快就撕扯在了一起。喂，天成，你在哪？你媳妇跟我媳妇打起来了，你赶快过来。爸，你又换新手机啦？这手机挺贵的吧？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二手15 Pro， 比新机便宜2700多，真挺划算的。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老陈头说完，熟练地抓着他大妹陈梅的肩膀，又抓住她的手。这个过程中，夏老太雄风依旧，陈梅的脸上立刻就多了好几条血痕。大哥，你别拦我，你去拦住那个贱人老婆啊！我是你亲妹妹啊，你竟然吃里扒外！老陈头没忍住，反手就扇了他一个大耳刮子。大哥，你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要不是看你明天还要送女儿出嫁，我还要打你。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哥吗？大哥，你能不能公平一点？是他们先骂我，先打我的。打你怎么了？骂你怎么了？你先犯贱的，你自己之前说了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这种人，要不是陈卫国拦着，明天你都出不了这个门。陈梅指着夏老太气得发抖。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我要报警！宋天成，你赶紧去报警！大嫂，你在我家门口打陈梅，是对我们有什么不满吗？她这个伤很严重，你们要是不拿出态度来，那我就去报警了。去报警啊！把事情闹大，让你那个好女婿家里也知道这个事情，让他看看他这个丈母娘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是占理的，我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说你把自己亲大嫂当牛使唤，骂大嫂侄女是贱人，跟大嫂打架还没打过。你说要不我做个好人好事，去他们家说一声。陈梅立刻闭上了嘴巴，眼睛瞪得比牛还大。大哥，你是要我的命吗？这时候，一直在屋子里装聋作哑的陈卫民和徐美玉两口子出来了。这大好的日子，大嫂怎么和大姐打起来了？瞧这个脸打的，明日星河出门的时候可让人家怎么想啊？大嫂你也真是的，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在新郎家里打架呢？再怎么样也要忍忍啊，吵几句嘴就算了，亲戚之间打起来多难看啊！陈梅眼泪汪汪的，觉得还是三弟妹说了句公道话，他大哥一家子也太不讲理了，哪有人话都没说几句就冲上来砸人脑袋的？我就说你妈忍不住，肯定要动手的。妈果然还是那个妈，就我姑姑这种人，我妈一天得打8个。我没想到你爸居然也冲上去了，莫不是他也疯了？陈向东立刻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们老陈家的男人都是真男人，哪能见到自己老婆被欺负？祝文英听完一脸嫌弃，还真男人，嘿，就是欺软怕硬罢了。徐美玉还在巴巴地说着话，甚至还带着些许教训的意味。大嫂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年纪比我们大，怎么做事这么不妥帖的？向红也是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也差不多要相看人家了，可你一点也不懂得尊重长辈，嘴巴还这么毒，以后哪个男人敢要你呀？这是你一个当婶婶的能说的话，你都嫁得出去，我家向红怎么就嫁不出去？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不好？陈为民听到自己老婆跟大哥呛上了，连忙帮腔。大哥，美玉跟咱们可不一样，向红怎么能跟美玉比？那确实不能比，三弟妹年纪都在这里了，我家向红还是朝阳般的年纪，总不能跟他比谁先死吧？徐美玉脸色发青，什么意思？他们一家子组团咒的，果真是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大嫂，我和美玉一向尊敬你，这是你和向红给美玉道个歉就算了。那你让他去给我炒2个菜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我给你炒菜？夏老太指了指陈为民，
陈为民不说了吗？我是你们很尊敬的大嫂啊，给尊敬的大嫂炒个菜怎么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一家人闹成这样。夏老太抬头随意瞥了眼方荣，又来个死装的妯娌。陈梅怎么被打成这副样子啊？明日就要见人的。还有三弟妹怎么也不高兴的样子，谁惹你了？告诉我，我替你教训他。方荣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没干什么，我不过就是看大姐和三弟妹受欺负，看不过而已。不是我说，大嫂你也太过分了点，大家都是亲戚，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？我怎么了就上纲上线了？看到大姐和三弟妹这样，就知道是你干的。你身为大嫂，怎么一点都不友爱底下的弟弟妹妹呢？陈卫军两眼一黑，这是要彻底把大嫂的怒气转移到自己身上。方荣这个蠢货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刚刚在屋子里根本不清楚外头发生了什么就敢胡咧咧，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陈卫军，你别扯我，他之前欺负我就算了，我这人度量大，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可三弟妹从小到大都没受过什么委屈，我看不得他受欺负，就算他是大嫂，我也要好好跟他掰扯的。方荣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们大家都清楚，你和陈卫军两个人想去捧他徐美玉的臭脚，你们就自己捧，跪在地上捧也可以，但是别给我搞踩一捧一那一套。方荣大怒，你说谁捧臭脚？当然是你跟陈梅啊，不然还有谁？现在你们两口子跟陈梅两口子给他当狗，以后你们的儿子给他的儿子当狗，是邪啊！夏月娥，你以为你是什么清高的人？你忘了你以前被大哥送到三弟妹家里给他当保姆的事情了吗？我和大姐两个至少还是图点东西的，你就单纯是把脸放在人家脚下给人踩的。要我看，你和大哥才是最贱的人。老陈头脸色发青，以前他为了跟弟弟妹妹们加深感情，就会让夏老太去他们家帮忙，他没想到在其他人眼里，夏老太这个行为就是自该下贱。你说我跟陈卫国是最贱的人，那你自己呢？你们一家子又成什么了？为了求徐美玉给你两个废物儿子弄个工作，明知是犯贱还要自愿当贱人啦！二嫂，你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爸工作这么多年，一向是兢兢业业的，怎么可能会因为我跟你的亲戚关系，或者你讨好我，他就给你们安排工作啊？他又不是封建时候的皇帝。方荣一脸懵，他不是在帮徐美玉吗？他们是一派的呀，怎么徐美玉突然说起他来了？而且他不是都给陈梅的那个儿子安排了吗？怎么到他了就这么铁面无私了？难道他也看不起自己儿子？他觉得自己给他当狗都不配吗？徐美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得罪你了？我儿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对我？夏老太了解方荣的性子，他肯定想岔了，这时候就是拱火的最好时机。二弟妹，看来你好像比我都不如啊！你以为你在他心里又是什么好的？不过就是以前当过他的一条狗，你还得依上了。徐美玉有些无语，这是归根结底是自己得利。他那时候让夏老太伺候月子，也是私底下对他泼指气使，从来不会放在明面上。可现在遮羞布被这个傻子掀开了。二嫂，你这么说话实在太过分了。我跟大嫂关系好，她那时候关心我来照顾我，我心里是很感激的，我永远欠她一份大人情。可你这么说的话，我成什么了？你这话太偏激，太恶毒了。你要对大哥大嫂道歉，你还要跟我道歉？这徐美玉才是最大的贱人吧？徐美玉，你瞧瞧你自己的嘴脸，刚刚嘴上还说夏月娥的不是呢，现在就来说我了。还有夏月娥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就是个贱人，你家向红就是个早死鬼。话音刚落，夏老太冲过去就是一记扫堂腿，方荣则是一屁股摔倒在地。敢咒我家向红，我打不死你！夏月娥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就是个贱人，你家向红就是个早死鬼。话音刚落，夏老太冲过去就是一记扫堂腿，方荣则是一屁股摔倒在地。敢咒我家向红，我打不死你！二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刚刚不是咒人家向红吗？不过我觉得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向红有这么一对爹妈，就算没出事，以后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的，是不是啊，大嫂？夏老太灵真起手，随手就是一个耳刮子。我跟你拼了！一头铁似的用头去撞夏老太，夏老太灵活走位，徐美玉重心不稳，摔了个狗啃屎。打我的头！陈卫明，你就这么看着你嫂子欺负我，你还是男人吗？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回家告诉我爸，好好的来这边，不是被骂就是被打的。我等会就去报警，把夏月娥抓起来，我要让她死在农场。你想把我抓起来，用什么名义？我就扇了你一巴掌，你的头可是你自己摔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徐美玉气得不行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最后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夏老太，被陈为民扶着往医院走去。二嫂，都是你搞的事情，你还像是个长辈吗？我家一团糟，我们人生成这样，都是拜你所赐。陈梅这个怂货不敢骂徐美玉和夏月娥，就来骂我，是觉得我好欺负吗？真是个不要脸的货色。
我没长辈呀，你就有了。陈梅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啊？如果不是这些年追在徐美玉后面得了些好处，你真当有人理你吗？你那个狗眼看不起谁？你以为你们家能让谁看得起？你男人的工作是大哥找的，你那2个没出息的儿子还要靠大哥和3弟妹家的关系找工作，你有什么资格想让我看得起？真是狗咬狗，一嘴毛。喂，老二，你到哪了？快过来看好戏。你又换新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15 Pro，比新机便宜2700多。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。买2手手机，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这边方荣被陈梅推在地上，门牙少了一颗。他抬头看了看陈梅，又看了下夏老太，夏老太立刻撇清责任。别看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可没打你牙齿啊！陈梅，你太过分了，竟然害得你二嫂的牙齿都没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老婆的牙齿你要是不赔偿，我就跟你闹到底。二哥，你想钱想疯了，他自己掉的关我什么事情？难不成我亲手拔他牙了吗？他刚刚跟大嫂和3弟妹干架，你怎么不说让他们赔？你从小就欺软怕硬，现在想把这个黑锅甩我头上，没门！陈卫军哪里是不想让他们赔偿啊？他是打算先让陈梅赔偿一遍，再让夏月娥赔偿一遍，最后去医院让徐美玉再赔偿一遍。1颗牙3分钱，这才是划算买卖。是的，他们都有责任，可你也有。你刚那么不尊重你二嫂，还不停推她，如果你不推，她这个牙齿不见得会掉下来。还有大嫂，这个是你也有责任，也得赔钱。好啦，我马上赔给你。说着冲过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，陈卫军没站稳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好巧不巧的牙齿也掉了一个。这个赔偿你可还满意？我的牙齿啊，我要嘎了你，你这个贱人！夏月娥，今天的事情都是你引起，你害得我们2个人，你必须赔钱。说着2口子就冲了过去。老陈头一看，立马拉着陈向红就去挡住了2人的攻击。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夏老太被打，最后5个人又打在了一起。此时的陈向南正陪在徐美玉身边说着好话，他不想得罪3叔3婶一家。陈向南觉得他爸没什么用，这么几个月了，别说正式工了，就连临时工都没给他找来，他得自己找条出路了。3婶，你的头还好吗？医药费我去付吧。我知道这次的事情，3婶受了无妄之灾，我妈这次是过分了一些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我妈最近脾气很差，我们家所有人都被我妈打过，她不只针对你，她是见到谁都想打的。我们都怀疑她可能精神出了问题了。3婶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一个精神病计较啊！你说你妈有精神病？陈向南点点头。如果不是精神病，怎么会天天跟人干架呢？之前跟别人干架我都不想说了，可这次居然伤到3婶你了，确实是过分了。徐美玉盯了他一会，突然笑了起来。你有点意思啊！你妈有你这么个儿子，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啊！我是不希望3婶对我们有意见。徐美玉沉了脸色。你觉得我是在夸你？难道不是？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在恶心你啊？陈向南疑惑道。3婶是因为我吗？所以恶心我？我还当你是个聪明人呢，原来也是个看不懂人脸色的蠢东西。你妈跟我打架，是因为她不想忍了，不想被我使唤了。我不怪她，也是怪我最近没有关注你们家的事情，没关注她，所以刚开始不尊重她，是我先犯贱的。她之前心甘情愿伺候我，那我自然没有心理负担的使唤她。她现在不愿意伺候我了，她也没什么想求我的，那我自然不能像之前那样喊她做事。可你呢？那是你妈那边现在肯定一团乱了，你不去帮她，反而没皮没脸的来我这边说这一通话，你在想什么我很清楚，无非就是为了利益。能为了利益把自己亲妈说成精神病的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你爹能把他老婆送到我这里当个伺候人的，你现在又能毫无负担的把自己亲妈卖了，你这是多黑的心啊！还是说你们老陈家的都是这般黑心肠？你们这一家真可怕！陈卫明，我都要怀疑你了。如果我爸不能带给你什么利益，你是不是也会这么对待我啊？陈为民立刻慌张了。怎么会呀，美玉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但我年轻的时候，你爱我的脸我理解，我现在年纪不小了，你爱我什么？爱我的娇气，爱我的坏脾气，爱我走样的身材，还是爱我有了皱纹的脸啊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爱你的，绝对不是因为咱爸。徐美玉反正是不信的。先不说你的事，臭侄子，我觉得你们这一家子都烂透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你来我这儿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，你还能花言巧语的去骗你妈，去做他的好儿子。不过以后你别来我这儿说这种话了，免得到时候里外不是人。陈向南没想到他这个好三婶竟然如此聪慧，他以前那些招数完全就不管用了。我听说你将向东一家给分出去了，你这样做，如果爸妈还在的话，肯定要跳脚的。老三，我家老大分家的事，我也是同意的。
爸妈要真觉得是我不对，就让他们来找我了，给我托梦，进我梦里来打我好了。都分家这么久了，再说这个有什么意思？大哥，宝源是咱们孙辈的第一个孩子，你竟然也不在意吗？在意啊，孩子有孝心的话，不管是什么身份都会惦记我；没有孝心的话，就算死在他面前，他都不会掉一滴泪的。你怎么这么封建了？不就是一个姓，一个称呼，有什么关系？你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这可是我们陈家的子孙啊，以后继承的是咱们的姓氏，传的是咱们的宗，接的是咱们的代。行了行了，我是你哥，我不是你儿子，你别用这个口气跟我说话，天天把传宗接代挂在嘴里。你倒是陈家的儿子，你想想你几年没去祭拜爹妈了，这种时候倒是把咱爹妈挂在嘴边了，你就是个虚伪的。我那是不祭拜吗？现在严打，我哪里敢去啊？你不是也没去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对这个不在意啊，人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好点就行了，死后谁管那么多啊？你要是有这份心，就对你老婆好点，对你孩子上点心，比什么都强。我就是觉得你分家不对。不对怎么了？我就不对了，你看不惯就来打死我，往我头上打，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这边陈梅把陈向红在海市工作的事告诉了徐美玉，徐美玉也忍不住夸赞道：没想到向红不显山不露水的，竟然成了家里最出息的孩子了，难怪连手机也换了，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二手15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7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一旁的方荣有些嫉妒地说道：你这丫头手里有点钱就乱花，这钱要是留着给你妈，恐怕她都能给你弟攒一部分以后娶妻的彩礼了。夏老太撇了撇嘴，我家老三以后娶老婆就不麻烦二弟妹操心了，我家向红是有大出息的人，就该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用点好的脸霜，把自己收拾利落。我家不像你们，就为君一个人挣钱，我和老陈2个人的工资足够我们一大家子用。大嫂，听你这个意思，向北以后要独自打拼了。哪个男人长大后不独自打拼啊？要天天在家里啃爸妈，啃兄弟姐妹的，这也太没出息了啊！哪有爸妈不给儿子准备彩礼的？他一个半大小子哪里攒得下这么多？以后娶进来了，说不定都得咱们做父母的帮扶呢。那万一父母没能力帮扶了呢？大嫂，你们家怎么会没能力？又不像是我家，就算没能力也要求着亲戚帮的啊。魏军啊，你就是这么想的吧？该死的，这老钱婆刚刚一直在含沙射影的骂我。那哪能啊？我们家总不能什么都靠大哥吧？那我岂不是这辈子都没出息了？我就知道你是个好的。陈卫军哑巴吃黄连，有口难言，闭嘴了。方荣可不愿意被夏老太就这么一脚给踢开了，他们家一直都是依附大哥跟三弟的，哪里能说踢开就踢开啊？大嫂，你家孩子都出息，可咱们是亲戚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家立刚、立强都是好孩子啊，这要是再没有工作，都要下乡去了，这我怎么舍得啊？二弟妹啊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我也没办法，我要是有办法，我家老二的工作早就办好了。大哥，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，你要帮我们想想啊！立刚、立强以后肯定会孝敬你们的。我又不是没儿子，要他孝顺干什么？就算没儿子，我也有向红啊，用不着他们孝顺了，他们只要孝顺你们就行了。不过你们当爹妈的也太没用了，我之前给他介绍的这么好的工作，你们都把握不住。大哥，那工作又不是什么好工作，一个临时工没了也就没了。我家立刚以后是有大出息的，肯定是正式工的工作才配得上他。就他哪里聪明啊？大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家立刚怎么就不聪明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跟魏军，所以连孩子都活该被你看不起，是不是？徐美玉这时候看不下去了。大嫂，不是我们看不起他，实在是现在工作紧俏，别说正式工了，就算是临时工现在也是够呛。现在真这么麻烦？二哥，你不是也大小算个工人吗？你自己去单位打听打听，你们单位有什么工作没有？有没有人愿意让出工作的？让倒是有人让，可那个实在太贵了，我觉得不划算，而且还是体力活。我家立刚怎么能去干又累又苦的体力活呢？陈梅着急了。二哥，有人让工作这种消息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家立刚觉得累，那就给我啊，我家要啊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没消息呢，合着你们自己不想要，也不会把机会让给咱们亲戚啊。这种工作又不好，又要走关系的，多麻烦啊！我懒得弄。陈梅冷笑一声，你懒得弄，你就把你儿子的事情扔给我们处理，我们就不麻烦了。那是你儿子，又不是大哥的儿子，也不是三弟的儿子，人家凭什么不嫌麻烦帮你们？你可真有意思，你怕走关系，你怕出人情，你怕出钱，你还怕儿子没出息，你怎么不想当皇帝呢？陈卫军有些恼羞成怒。陈梅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？我一个基层工人能有什么人情？还不是舔着脸求人家。我要是送了礼，
人家欺负我一个小工人不给我办事呢，我到时候不就亏大了吗？你亏大了，那大哥之前为了你儿子，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的，要怎么说？小妹说的对，这是你儿子的事情，你总不能让我出钱又出力吧？大哥现在需要用钱，你还是还给我吧。大哥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计较了？这都好几年的事情了，你竟然还跟我要钱，你还是我大哥吗？不管今天我是不是你大哥，反正你要把钱还我。你疯了吧？你跟小妹一样觉得我没出息，以后不想跟我当亲戚了吗？你为什么只问我要？小妹当初的嫁妆是你出的，3弟的工作也是你托人的，凭什么只问我一个人要钱？老啊，大哥那时候确实帮我找过工作，可后来我跟美玉结婚后，连同大哥替我出的彩礼一起都还了。我可跟你不一样，我心里一直记着大哥的好呢。你要真记着大哥的好，就不会没大没小的让大嫂去给你老婆当佣人伺候她月子了。我看你就是个白眼狼，只是隐藏深了点，所以显得我比你更坏。其实骨子里你跟我是一样的人，都是习大哥写的不要脸的畜生。陈为民一时哑口，他觉得老二疯了，谁会骂自己是不要脸的畜生？他还在难堪的时候，老陈头一巴掌就甩了过去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看来我这些年帮你倒帮了个畜生了。你说的对，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畜生。这次新河的婚宴是我跟你们家聚的最后一次，以后谁家办喜事喊了你，就别喊我了，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。老陈头扔下这句话，现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。这时候陈梅赶紧出来打圆场。大哥，你别说这种话啊！就算二哥在混账，可咱们总是一家人啊！去他的一家人，老子连自己儿子都能分家，他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对了，赶紧把钱还我！你这么多年欠我的钱，我可都在手机上记着呢，你可别想赖。大哥，又换手机了，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15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7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大哥，你怎么还记着账？这都多久的事情了，不能算了吗？就算你嘎了，你2个儿子也得还我钱，不然我还是刚刚那句话，有我没你。陈卫军脸黑的不行，他觉得要他还钱还不如断亲呢，反正都这样撕破脸了，以后大哥肯定不会给他们家什么好处了。大哥，既然你这样，我就有必要说一下了。向东向南结婚，我们是除了礼金的，包圆和玲珑出生，我们也带了红鸡蛋的。你问我要钱，我也要问你要钱。这下轮到老陈头算不清楚了，那时候的礼金都是夏老太记账的，他哪里会清楚陈卫军这个铁公鸡给了多少？我家老陈给你们的钱加起来不知道有多少张大团结了，你们给的礼金加起来一张大团结都没有。当年向东结婚，你们给了。夏老太一笔一笔算着，只把陈卫军夫妻2个算得一脸通红，就连徐美玉都看不下去了。这哪有人给亲侄子礼金就给个2毛钱的？我前几年给你家的年礼都不止2毛钱了，真这么算账下去，你们家岂不是脸皮都要被扯下来啊？我家穷嘛，那几年2个儿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工资才多少，根本省不下多少钱。养不起生2个干嘛？想让谁给你养啊？大哥嘛，也对，要是没大哥，你家说不定全家人都要饿死了。现在跟大哥算账，你配算吗？真好意思说这个话。总归这么多年下来，是你们占便宜多，别得了便宜就砸饭碗。再过个2、3年，老二你都要当爷爷了，别总把自己当小孩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我比你年纪还小呢，都不敢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。别说我了，你问问几个孩子，谁能理直气壮对大哥说这种话？之前我生头胎的时候，让大嫂来照顾我，还对大嫂不太尊敬，是我不对。今儿个趁着咱们侄女的喜事，我也对大嫂道个歉，大嫂对不住了。夏老太听着这番话，心里舒坦了不少，她对徐美玉点了点头，表示接受了道歉。然而陈卫军却始终不作声，陈为民都着急了。老啊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连我老婆都比不上，别让我们大家看不起你。你还了钱，真要饿死，我和大哥还能不管你吗？重要的是一个态度。一旁的陈梅也十分赞同。我也是大哥这边的。陈卫军快被逼疯了，反正要钱没有，要命他也不给。我知道你们是见我们家比不上你们，为了给大哥留个好印象，所以一个个的都来逼我。停，我现在就走，以后也不会来碍你们的眼了。二哥你可先别走，你的礼金是给了，现在走了，明天那些好菜就没你的份，钱我是不会退的。陈卫军想想也对，他是出了份子钱的，凭什么不吃饭就走？今日三婶是不是想跟你和好啊？他以前看不起我，现在发现我不好惹了，就低头了。他一个靠爹的，凭什么看不起你啊？妈，你可是自己考进单位的工人啊。人如果自己立不起来，就算他是神仙都没用，性子软的就会被欺负。如果有个亲戚跟你一般大，自动送上门让你占便宜，你占吗？我可不占，是我的我才用，不是我的看都别想叫我看一眼。这种占便宜的东西，我用了觉得心虚的很。那如果是你以后的婆婆想让你经常过去帮她呢？
那我肯定帮他的。于大哥的妈妈是个很好的人，你没见过她，你肯定不知道。夏老太一下子就抓到了重点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见过他妈妈了？你们到哪一步了？就是上次他妈妈说想见见我，于大哥就把人带到我那个供销社了。我们就是一起在外头吃了顿饭。妈，他妈妈真的特别好，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，他们家不会欺负我的。傻孩子，你是要外嫁？夏老太就是外嫁跟娘家人断了亲的，这种孤身一人对抗婆家的生活，这种没人在背后撑腰，只能自己承受所有结果的日子，这种害怕被赶走，害怕不能融入的心情，她最知道了。不然她一个农村出来还能考进工厂的泼辣女子，为什么要去讨好老陈头那些狗亲戚？她不希望向红成为以前的她，那样苦的日子她不想看到她再过一遍了。妈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好，他不会欺负我的，他们家都不会欺负我的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行了，现在要你跟他断了估计也难，既然你看好，妈也先不反对了。我也不太了解于营长这个人，等有机会跟他聊聊，见到他父母了再说吧。妈，你见到他们后一定会知道他们都很好的，他们家都是文化人，很讲理的。夏老太不耐烦听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再说耳朵都要长茧子了，闭嘴睡觉。妈，我不说了，不过于大哥真的很好，等我们回家后一起吃个饭吧，到时候让他出钱。你有完没完？就算我接受他了，那也不能在我们的地盘上让他请吃饭啊。陈向红，你还能不能说点人话？说出来你自己听着好不好笑？他陈梅是个什么东西，还站在大哥那边管上我们了。明日我一定要让他们给我家立刚找个工作，再不定下来他就完了。既然他们不当人，我就让他们在星河婆家人面前颜面尽失。你这么做，以后咱们可不能回头了，把他们可都得罪死了。现在也差不多了，难不成你真要把钱还给大哥吗？我哪有钱还啊？这不就得了？大哥逼着咱们还钱，陈梅和老三也逼着我们，这不就是故意让我们跟他们断吗？都这样了，还不如再闹大点，给立刚弄个工作来。陈卫军有些犹豫不定。行了行了，大不了明天你找个理由出去，不在他们面前让我做这个恶人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有圆转余地。